人这辈子究竟怎么度过才算有意义呢？从出生起，玉一的命运就注定是幸福又不幸的。父母中年才得了他这一个儿子，所以玉一一直备受宠爱，家里娇生惯养的呵护，让他的运动细胞几乎为零。在体育课的跳马，让他直接均为同学笑柄，就连基本的武术课也学不会。时间久了，玉一开始变得自卑，甚至一紧张就会结巴。同学们见他软弱，就开始和起火来欺负他。放学后，玉一来到河边画画，同学看到直接将画册夺了过去，还说他娘里娘气，就只会画女孩们喜欢的画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孩走了过来，嘲笑玉一家的和服店应该快倒闭了吧。玉一本不想搭理他们，可女孩却说出他之所以变得结巴，不就是被他父亲影响的吗？玉一生气地表示，就算她是女孩，自己如果动手也不会手软的。可下一秒，他就被女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旁边做裁判的乃木走到玉一跟前，表示自己最瞧不起的就是他这种熊色样的人，以后见到他一次就打一次。最后，玉一灰头土脸回到了家。爸爸看到后问他脸上怎么脏成这样，玉一没有回答，而是飞快跑进屋内。就在他拿着蜡笔疯狂乱发泄心情的时候，耳边却传来了一阵悠扬的音乐声。他寻找声音走到客厅，发现角落里那台一直都是摆设的留声机，今天突然转动了起来，随着跌宕起伏的旋律在耳边环绕，玉一的眼睛也越来越亮。从那天开始，听音乐这项活动就写进了玉一的族谱，甚至每天早上都要父亲催促他才肯关掉机器去吃饭。吃早饭的时候，三郎问他运动会什么时候开始。听到这个问题的玉一马上支支吾吾，然后快速扒饭，拿起书包出门上学。每逢1年1度的运动会之时，玉一就会清楚地意识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分主角和配角的。可有些东西就是想躲也躲不过。回到学校，老师就组织他们进行运动会项目训练，结果不出意外，玉一那组没走2步就全部摔倒。同组的小胖子告状说玉一太拉胯了，气得老师直接把他喊去小房间。就在体育老师准备继续教育玉一的时候，新来的藤堂老师却拉住了他的手。等体育老师骂骂咧咧离开后，藤堂俯下身子询问玉一，他们俩人长得像吗？玉一小心翼翼地说不像。临别前，藤堂老师问他有没有什么擅长的事情，玉一不知所措地说应该没有吧。老师笑着安慰他，没关系，以后肯定会找到的。看着藤堂老师离开的背影，玉一突然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。时间很快就到了1年1度的运动会，在一些活跃气氛的小比赛过后，终于轮到了玉一最害怕的4年级学生。赛跑看到玉一站上起跑线，旁边过来观看的爸爸妈妈一脸兴奋。比赛一开始，好儿子玉一就很孝顺地摔倒在他们面前。在爸爸的鼓励声中，玉一好不容易站起来，可没走2步却再次摔倒。旁边观众发出阵阵哄笑，让玉一脸颊发烫。就在他想着要不放弃算了的时候，终点处却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口琴声。在音乐的加持下，玉一一步一步挪到了终点。被藤堂老师抱住的那一刻，玉一发自内心的笑了起来，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旁人对自己的声援。很快，新学期开始了。平时在学校总是耷拉着脸的玉一，今天却乐开了花。因为调班后，藤堂老师成了班主任。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一直欺负他的小胖子也被分到了这个班级。藤堂老师对音乐方面的教育格外热心，第1堂课就是让学生们对着歌词自己写旋律，这让班上的同学哀声连连。回到家后，玉一问父亲有没有做过曲子，结果三郎却吊儿郎当没做回事。就在这时，妈妈喊他一起去娘家川渝那边，玉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因为川渝可比他们乡下好玩多了。可玉一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的川渝之行却让他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在川渝街边买棒棒糖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阵整齐的歌声。玉一循着歌声来到了一个小教堂，礼堂上一个短发女生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的目光。只一眼5年级的玉一就彻底沦陷了，甚至连演唱结束后女孩离开了，他还没缓过神来。回到辅导后，父亲把玉一喊了过去，然后送给了他一本作曲入门的书籍，而也是这本不起眼的小红本子，让玉一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当天晚上连续看了几个小时，他都意犹未尽。第2天一大早，玉一就来到教室，可在黑板前面徘徊了许久，他都未曾下雨。回想着这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种种事情，玉一的眼神越来越亮。枯萎我傀儡娃。这个性子有些软弱的男孩，从小音乐天赋就拉满，可却因为是家里的长子，小学毕业后，他就被父亲送去了商学院。对从商没什么兴趣的玉一也很争气的留了级，在课堂上写乐谱，被老师发现赶去罚站更是家常便饭。放学后的玉一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一个校外的口琴俱乐部。玉一所在的俱乐部是由社会人士和学生经过遴选组成，在他们福岛乡下还挺受欢迎的。
练习结束，管林会长就喊住了御医，表示他们会在下次公演时加入一首俱乐部的自创曲目。他听说御医十分擅长作曲，便想问他有没有时间写首曲子。回到家后，玉依旧废寝忘食，投入创作，断断续续的琴声引得楼下的弟弟很不满。浩二都怪妈妈送给哥哥那个迷你钢琴，他才会留级的。可妈妈却说，当时玉依保证买了后会认真学习，自己也是被他骗了呀。第二天放学后，玉依照常来到俱乐部，可刚进去没多久就被会长喊到小房间。管林会长告诉玉依，下次演出结束后自己就要辞职了，毕竟老家的家业也要有人继承。玉依有些着急地询问会长，难道要放弃音乐梦想吗？可会长却反问他，难道认真了吗？他之前去过东京那边的音乐学校，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成为音乐家根本就不是他们这种乡下人能够妄想的。回到家后，玉依心事重重，无论他如何平复心情，脑海中却一直想起会长下午说的那些话。就在这时，玉依的父亲三郎走了进来，说他的舅舅全藤刚才来过。玉依问是不是又来谈养子的事情，三郎苦笑着点了点头。原来几年前在川渝那边开银行的舅舅就找过他们，因为舅妈不能生育的原因，全藤舅舅提出想要三郎将一个儿子过继给他，三郎当然不肯答应，但是又不想把亲戚关系弄得太僵，于是这一拖就是5年。玉依说自己才不去呢，他的梦想可是成为一个音乐家。这时三郎问，身为古山家的长子，难道就没想过继承和服店的生意吗？要知道爸爸可是刚刚接下了一个大生意啊，以后整个京都的和服布料都委托给咱们家代理了。看到儿子还是如此倔强，三郎突然露出笑容。他告诉玉依，他的梦想也是自己曾经的梦想，所以玉依只管好好加油就好。回到房间后的三郎久久不能入眠，因为今天晚上全藤舅哥的语气很重，如果再不把孩子过继给他们，玄藤家就要和古山家彻底断绝关系了。他转身问妻子，真的可以这样吗？灯光中三郎没有看清小雅的表情，只记得他说了一句，自己现在是古山家的人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三郎问2个儿子晚上几点回来，他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玉英说自己今天可能要晚一点了，口琴俱乐部那边要投票选公演的曲子。时间就这样在玉一的期盼中来到了俱乐部的开票环节，在断断续续的唱票声中，管林会长和玉一9票打听，而决定性的最后1票也即将被揭晓。就在玉一以为自己输了的时候，管林会长却说他手里还有俱乐部一些前辈们的选票。最后玉一的曲子反超会长，成为俱乐部的公选曲目。投票结束后，玉一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可同学史郎却安慰他别难过了。管林会长打从一开始就知道玉一的曲子会被选上，听说让前辈们来参与投票也是会长的指示，就是担心现役成员对他会长的身份有所顾忌。回到家后，玉一满脸兴奋地把曲子被选中的消息告诉给家人，可家人的反应却很平静。他有些忐忑地问怎么了，父亲说这家店以后会让他的弟弟浩儿继承。听到这句话的玉一先是一愣，然后便露出激动的表情，不停向弟弟道谢。身为长子的他这些年压力真的很大，而古山家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巨变正在等待着他们。之前把京都生意介绍给古山家的吉野卷钱跑路，而三郎就是吉野的保证人，资金链瞬间断裂，让三郎只能跟小雅来到川渝娘家，想要让全藤舅哥出钱帮他们渡过难关。可全藤却说自己也有家人和家庭需要去守护，交出一个儿子给他们全藤家做养子，就是他借钱给古山家的唯一条件。晚上回到和服店后，三郎就一直傻坐。他问妻子是怎么想的，小雅说如果能让所有人都获得幸福的话，当然是最好的，但是付出牺牲互相帮助才是一家人呀。这天晚上，三郎一夜未睡，身为父亲的他再一次面临2选1的抉择。一个音乐神童是如何放弃梦想向现实妥协的？他5年级就能独自作曲，展现出的才能让音乐老师都大为震惊。上商业学校的时候，学习虽然一般，但是在口琴俱乐部的时候，玉一就如天上之明月，高高在上。甚至在俱乐部公演曲目排练结束后，会长直接说出自己公演后就要辞职，下一任口琴俱乐部的会长就让玉一来担任。管林的话让玉一有点不知所措，明明上次会长亲自否定了自己啊。最后在全体众人的掌声鼓励中，玉一勇敢接受了预备会长的职位。回到家后的玉一难掩兴奋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危机正在向他袭来。时间很快来到俱乐部公演当天，史郎告诉会长，玉一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对劲。管林虽然担心，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只能叮嘱参演的人员注意一下。随着悠扬的口琴声阵阵起伏，口琴俱乐部的公演正式开始。看着台下的父亲，台上演奏的玉一陷入了沉思。公演前一天，父亲把他喊了过去，问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欢音乐。
玉一当时有些疑惑地问父亲怎么了。父亲说，能有喜欢的东西也是一种幸福。自己在2个哥哥去世后，继承了家里的店铺，不过当时他没有抱怨，反正那会自己也没什么喜欢的爱好。小时候，藤堂老师来过他们家里，说玉一拥有罕见音乐才能的时候，身为父亲的三郎真的很开心。发现父亲情绪不对劲的玉一，连忙问他怎么回事。三郎说自己把家里的店铺搞砸了，最信任的合作伙伴卷款跑路，身为担保人的他欠下了一大笔债。这是最后一个高音收尾，将玉一的思绪拉回公演现场。此时台下掌声没动，就在这时，俱乐部的管林会长突然转身对台下的众人说，接下来要演奏的是他们的原创曲目，由曲子的作者古山裕一来现场指挥。听到这个临时决定，裕一很明显愣了一下，不过最后还是在掌声中接过了会长手中的指挥棒。随着口琴低音声响起，裕一的思绪再一次被拉回。那个下午，父亲说川渝那边开银行的全藤舅舅愿意借钱给他们，但是条件是古山家必须过继一个儿子给他当养子。家里面最后决定让裕一过去，但看到父亲近乎恳求的语气，裕一还是妥协了。三郎说过去后稍微忍忍就好，过了这道坎以后会有转机的。可裕一问他会有什么转机，父亲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裕一回想的时候，手上的指挥动作却没有停下。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感受音乐魅力的时候，那是在小学4年级运动会上摔倒之后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觉得音乐真强大呀！就算是他这样成天被人欺负、没有什么骨气的孩子，也能在音乐里面获得力量。可现在的自己却要亲手抛弃曾经最喜欢的音乐。随着一声悠长整齐的和音，裕一的第一次指挥完美收尾，台下掌声再次热烈响起，所有人都被这个少年的天赋震撼。只有三郎一个人泪流满面，他觉得自己这个父亲当得真是憋屈。公演结束后，裕一跟大家道歉，并说了要退出俱乐部的事情。而许多伊和服电影浩卓全藤家的银行楼度过了难关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很快就到了裕一启程的这一天，一身蓝袍的他告别父母亲，独自踏上了前往川渝的火车。而裕一还不知道的是，川渝的精彩程度真的远超想象。这就是你想要追求的人生吗？他相貌平平，却被资产千亿的银行家舅舅收为养子，还指定他为家族的唯一继承人。于是裕一只能很无奈地放弃了音乐梦想，连夜跑去川渝的银行入职。一开始他还担心自己会不习惯银行的工作，可上了一段时间班后，才发现乡镇银行真的太闲了，闲到每天上班都要犯困的那种程度。裕一工作的分行平时只有5名，他算是最年轻的那个，可大家并没有在意他混世未来总行长的身份，而是以平常心接纳了他。这天下班前，同事铃木喊住了裕一，表示今天要带他这个新人去见一见世面。晚上内心忐忑的裕一被铃木带到了一个舞厅，铃木说这边的规则是男士买票，然后把票交给喜欢的女生，如果对方收下了，2人就可以共舞。他说完就拉着裕一起身，然后指向一个身穿波点衣服的女生，表示至今小姐就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舞女，虽然漂亮，但是比较棘手，像裕一这种菜鸟内的紫色衣服的女生比较适合练手。铃木说完就把裕一推了过去，裕一路过的时候还偷偷瞄了一眼。至今小姐被发现后又脸颊发烫，收回视线。就在他掏出门票准备邀请面前女生跳舞的时候，至今突然出现在他背后，抢过门票，然后在铃木不可置信的目光中缓缓朝裕一伸出了玉手。随着悠扬的音乐声响起，裕一笨拙地在舞池与至今小姐共舞。在这一刻，他感觉自己高兴得快要升天了。川渝果然大大的好呀！为了让失去音乐梦想的裕一重新振作起来，银行的几人决定继续为他制定恋爱计划。想要让恋爱开花结果，首先就要增加2人的交流机会。所以分行行长让铃木继续带裕一去舞厅。他觉得裕一这个内向软弱的性，如果没人推一把的话，恋爱之路肯定是不会有进展的。洛河行长的顾虑果然并不大。晚上，铃木把裕一带到舞厅门口，还没进去，这个少年就已经吓到脚软，想跑路。裕一犹犹豫豫地说：“要是被拒绝了怎么办？”铃木表示拒绝很正常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男人成长。最后，裕一满怀忐忑走进了舞厅，结果进门没多久，至今小姐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从那天开始，裕一就成了舞厅的常客，在和志金的一次次起舞中逐渐沉沦。直到这一天，跳完舞后，志金小姐突然拉住了他的手，还问他饿不饿，然后就笑着拉裕一起出去吃饭。看到这一幕的铃木整个人再次呆住，甚至第2天他把这件事说给银行其他人听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一副不可能的表情。行长更是说这个舞厅他去了不下100次，从来就没见到哪个女生会跟男生出去。这时银行的文员昌子说，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裕一还不赶紧跟至今确定关系，毕竟这么漂亮的女孩在川渝这边追求者可是很多的。
可怎么能最快跟女生确定关系呢？松坂说先跟她牵手，昌子笑而不语。若和行长说一起喝酒，昌子摆了摆手说不对目，说直接告白。等对方点头，他继续加大幅度的摆手摇头。最后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，昌子终于说出了正确答案。前锋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纯情男生怎么去谈恋爱了？办公室的女文员告诉玉一，得先接吻，只有嘴对上嘴才能真正确定恋爱关系。可玉一却说接吻亲嘴什么的他也不会。铃木说先去喝点小酒，借着酒劲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深情望向对方，然后快速下嘴就好。可昌子却说这种方法不适合玉一这种小白。松坂说真诚就是必杀技，直接问女生我可以亲你吗？可昌子听完后还是摇了摇头，他觉得突然袭击比较好一点。几天后，在银行众人的协助下，玉意成功把至今小姐约到了一家西餐厅，劝着她起身上洗手间的间隙，铃木马上坐到她的必经之路上。等至今回来的时候，直接掏出雨伞把她绊倒。而这个时候，玉意刚好起身，一把抱住了受到惊吓的至今。就在众人以为一切大功告成的时候，玉一却害羞地闭上眼睛，不敢下嘴。最后有些尴尬的两人只能手足无措，再次分开。晚上送至今回去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对玉意说不用去舞厅找他，以后他们在外面约会就好。至今小姐的态度让你又惊又喜。就在她沉浸在幸福幻想中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却脸色阴沉，朝她不断靠近。大将告诉玉一，当年逃债前，堂老师给了他一张名片，来到川渝后就去了名片上的报社当送报小工了。现在虽说是一个记者，但也只是负责商家店铺介绍方面。他相遇故知，让玉一很是开心，可大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他大声质问玉一，他的音乐梦想哪里去了？当初不是说好我来写诗，你来作曲的吗？这些年他虽然过得很辛苦，但是写诗这件事情也一直还在坚持。玉一说自己也是没办法，他为了家人成为了银行家舅舅的养子，以后肯定是要继承全藤家的家业。如果被全藤舅舅知道自己还想玩音乐，说不定真的会把自己的腿给打断。玉一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应验。第二天，他送完东西回到银行的时候，全藤舅舅满脸愤怒地出现在他面前，表示自己听说玉一被一个舞女迷得神魂颠倒，舅舅让他赶紧去提分手，玉一未来的结婚对象必须由他安排。全藤舅舅的话让玉一久久不能平静。对于迷失了音乐梦想和自己的玉意来说，至今小姐就是他仅存的那道亮光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他就下定决心找到了至今，大声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爱意。听到这句话的至今笑出了声，然后越笑越大声，状若疯狂。至今问玉一到现在还没发现他是谁吗？他是小富呀，就是小时候欺负过他的那个女同学。当时在舞厅里，他一眼就把玉一认出来了，所以才主动跑去跟他搭讪跳舞。而至今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戏弄玉一，等玉一对他着迷到受不了，向他表白的时候，再这样好好的嘲笑戏落他。玉一连忙说自己是认真的呀，可至今却说自从家里的铺子破产后，他就去了舞厅当舞女，每天讨好男人，拼命赚钱，望不到头。可是玉一呢？凭什么他的人生就可以这样一帆风顺？他马上就要继承银行家舅舅的千亿家产，可心里面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此时的玉一正经历着每个男生最痛苦的失恋阶段。昨天晚上，他向一个舞女表白，没想到却被至今小姐当面嘲讽拒绝。看着玉一刚上班就疯狂工作的样子，银行的同事纷纷开始为他担心。行长说，只有岁月才能治愈男人的阵痛，这个过程最少1年。时间如过隙，白驹一晃而过。这1年里，最开心的人应该就是身为银行家的舅舅。分行的松坂打电话说了玉一的近况，让他很是满意。全程舅舅打算等玉一再成熟一点，就正式把他作为养子介绍给商业伙伴。而银行这边几人却开心不起来，他们已经担心这个未来总行长整整1年了，可无论尝试什么办法，这1年李玉一都没有露出过一次笑容。就在他们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玉一的好友大将找了过来。大将拿出一本世界音乐的杂志，递给玉一，表示现在有一档国际作曲比赛的征稿，他想让玉一试着去投一下。可玉一听完后依旧没什么反应，最后连大将都只能叹气离开。大将离开后，玉一就这样傻坐到了下午，直到一阵悠扬的口琴声响起，才将他唤醒。玉一循着声音下楼，结果发现是楼下银行的松坂正在演奏。看着4人滑稽的动作，时隔1年，玉一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看到这一幕的众人也跟着笑了。分行行长告诉玉一好好创作，他们几人会分担玉一在银行的工作的。就这样，玉一决定再次挑战曾经最擅长的作曲领域。他摊平纸张，端正坐姿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抚平心态。可脑海中的创作灵感却迟迟不肯出现。而另一边，家住枫桥的小英也开始接受唱歌训练。小英就是玉英小时候在川渝教堂遇见的那个女生。
为了实现自己的歌手梦想，小英每天都会来拜访这位海归的声乐老师。可这天的小英却遇到了大麻烦。刚回到家的她就被姐姐着急忙慌拉进屋内，然后指着照片里的男人，郑重地拜托小英笑去跟他相亲。手不着妹妹套不着狼，原来小英为了能跟一个叫春燕的男生拉近关系，下定决心把妹妹介绍给他的弟弟。小英在约定地点看到那个男人的第一眼就后悔了。夏燕不仅长得很可笑，说话方式也很可笑，居然当着小英的面吐槽妇女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属品。小英发泄完心中的愤怒后，优雅一笑，转身离去。回到家后，小英就向妈妈抱怨，妹妹也太不给她这个姐姐面子了。妈妈听完，笑呵呵地说，小英的性子就跟她以前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小英赶紧起身去查看，没想到来人居然是她暗恋的那个男生。春燕说自己是来找殷小姐的，小英一头雾水地把妹妹喊了过来。可接下来春燕的话却让她的情绪彻底崩溃。我多少了？嘿，我大叔，我自己也一直记得，来给我送了。在小英被人疯狂追求的时候，寓意还在继续为参赛曲子苦思冥想。这也是他从小到大在作曲上第一次遇到瓶颈。难道说当年的那个音乐神童，如今已泯然众人矣？这就是你想要的工作环境吗？他在乡镇小银行工作，这里没有压力，没有内卷，甚至在寓意做不出曲子去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，银行行长还带头组织员工一起帮他想灵感。结果几人从晚上9点想到了12点，硬是什么好的点子都憋不出来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各回个家。就在他们从银行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今天晚上刚好是月圆之夜，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，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将诗兴大发，诉中诗文脱口而出。而恰恰就是他这首诗，让寓一终于找到了久违的作曲灵感。他激动地把大将拉到了楼上，然后写下了《竹取物语》4个字。寓意感谢完大将后，就连夜投入作曲事业。白天别人在上班，他在写乐谱；晚上别人在休息，他也在写乐谱。终于在一个被夕阳包围的温暖下午，寓意完成了这首历时1个月的《竹取物语》，而这也是他第一首独自创作的交响乐曲子。不久之后，寓一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信，他满心忐忑打开了信封，结果看了一眼，寓一就高兴到跳了起来。他的那首曲子获得了国际作曲比赛的第2名，而且获奖信上面还提到了让他去英国留学的邀请，主办方会赞助这次留学的全部费用。这也导致了寓一第2天上班就一直在傻笑，因为和全藤舅舅的养子约定还在，他并没有把获奖这件事情告诉大家。就在寓一获奖后不久，全藤家的老家主元藏仓促去世，这也导致了全藤舅舅下定了决心，表示1个月内会把寓一正式过继为养子。这天，一个男人走进了乡下银行，银行的文员昌子看到他就两眼发光，浑身发软。来人正是被寓意请过来的藤堂老师。在咖啡厅里，寓一告诉了藤堂老师自己获奖的事情，老师给他的建议是去留学，毕竟这种事情真的可遇不可求。可寓一却说自己当初为了家人放弃音乐当了养子，现在如果要辞掉银行工作去留学，全藤舅舅肯定第一个反对。临别前，藤堂老师很郑重地对寓意说，这是他自己的人生，要为自我而活，上天赠予的天赋，切记不可随意抛弃。几天后，还在熟睡的寓一突然被分行的行长摇醒，洛河行长一脸激动地指着报纸上的新闻对他说，你获奖了。一脸蒙圈的寓一瞬间被吓醒，明明他告诉堂堂老师这件事情要保密的呀。这则报道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，就连家住枫桥的小英也看到了这个消息。未一下课，他就带着报纸匆匆回家，给家人们普及了21岁男生拿下国际比赛第2名的含金量，而且对方获奖的曲目还是《竹取物语》。小时候自己还演过《竹取物语》的辉夜姬呢。小英越说表情越花痴，最后更是拉着自己的妹妹上楼，想要小梅帮她写一封慕名信寄给寓一，可妹妹却拒绝。她还说堆叠华丽辞藻是传达不了倾慕之意的。他让小英把心里面想的东西写出来，就好在小英还在纠结写什么的时候，寓一已经收到了一大堆慕名信了。好在人生总是充满惊喜，几天后，小英那封信终于被寓一看到。看完这封信后，寓一内心触动，马上就要提笔回信。可就在这时，乡下的父亲突然过来川渝找他，二话不说就把已经成年的寓一拉到小酒馆。父子分别2年后再次见面，气氛却有点尴尬。三郎说寓一能获奖很厉害，可得到夸奖的寓一却高兴不起来。他向父亲说了一句抱歉，本来说好要放弃音乐的，可父亲却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不需要道歉。而另一边的小英每天都在期盼中度过，可无论她如何翻邮箱等邮差，始终都没能等到寓一的回信。
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姐姐小英拿着一封信冲进了木工房，告诉他那个音乐少年来信了，寓意说殷小姐立志成为歌唱家。这件事让他很感兴趣，如果能够告诉他喜欢的诗歌和音域，说不定自己还能试着帮殷小姐做一首曲子。看到这个消息的小英激动的手舞足蹈，最后在妹妹小梅冷静的帮助下，她终于选出一首诗回了信。读到这首诗的寓意，马上陷入了美好幻想，一首曲子的前奏不知不觉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于是上班到一半的他就这样跟随节奏左右舞动了起来，连全藤舅舅走到自己身边都悄然不知。一个人追求梦想的道路到底有多艰难呢？他年仅21岁就获得了国际作曲比赛第2名，可银行家舅舅却对他破口大骂，表示自己把寓意生为养子，是为了让他继承千亿家产成为银行家，可不是为了培养他成为穷酸音乐家的。晚上，父亲很郑重地跟寓意说了一句对不起，他最后还是没能说服他的舅舅。寓意有些失落地说没关系，反正自己也没有期待过，放弃留学资格继承家产也挺好。寓意的反应让身为父亲的三郎觉得奇怪，最后在他强烈的追问下，寓意终于说出自己和一个女粉丝在通信这件事情。很快，小英也在戏里面知道了寓意的情况，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长辈会这么刻板。不过很快她就露出了花痴笑容，因为今天的来信里面，寓意先生还给她带了一张照片。自此之后，俩人间的书信往来愈发频繁，从喜欢的音乐聊到家人和朋友，再到将来的梦想和内心的担忧，他们通过书信无所不谈。而也是被一心追求音乐梦想的小英所影响，寓意再次萌生了留学进修音乐的想法。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向全藤舅舅开启之时，舅舅却自己把台阶递了过来。晚上，羽翼把大将约到了小酒馆，向这个童年玩伴分享了自己的喜悦。他告诉大将当初的承诺自己还记得，这一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。大将虽然很高兴，但还是询问寓意的舅父怎么突然回心转意。原来寓意的外婆起了关键作用。他告诉全藤舅舅，寓意想去留学就让他去，既能学习英语，又能拓宽人脉，到时候在异国他乡被社会毒打过一次，知道疼了就会乖乖回来继承家产。开心到飞起的寓意很快就把留学消息写信告诉给小英，可小英收到信后情绪却很低落。妹妹告诉她，国外满大街都是漂亮的外国女生。小英赶紧解释，寓意先生不是那种经不住诱惑的男。可小梅却很认真地说，你们俩人间的差距太大了，他以后会认识最顶级的音乐家和歌唱家，那个时候你觉得他的心还会留在遥远国度的朋友身上吗？妹妹的话让一向乐观的小英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卑，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她就再也没有给寓意回过信。尽管如此，寓意的来信还是源源不断，可这些信件却全部被小英无视。小英的状态让几个家人都很担心。最后，小英找到了躲在房间里弹古筝的妹妹，而另一边的寓意彻底慌了。殷小姐突然音讯全无，让她很担心。她觉得一定是自己不够好，才让殷小姐讨厌自己的。分行行长告诉她，现在放弃还为时太早，说不定是殷小姐的父母擅自扣下了陌生男人的来信。于是寓意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独山玉子。看到这个名字后，小英的妈妈露出苦笑，她是觉得那个音乐少年快要被逼疯了，不过还是特意把这封信亲手送到小英手上。等妈妈离开后，小英才打开信封，上面潦草的字迹透露出忆起这封信时的激动心情。寓意说，自从小英不回信后，自己就再也写不出去，他已经失去了音乐创作的源泉。小英看完信后表情复杂，最后在信中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几天后，寓意终于收到了小英的回信，可小英在信中却说不希望自己成为寓意先生的绊脚石，他们俩人现在的身份已不可同日而语。看完信的寓意马上跟行长请了几天假，然后告诉众人自己要去见云小姐，如果不能够见到她当面问清楚的话，自己的音乐之路将永远无法前行。这个内向少年说完这些话就冲出房间，而这也是他这21年的人生里面最疯狂的决定。拉云一见到小英了吗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这个少年真勇敢啊！为了见到心心念念的女笔友，他孤身一人来到了信封上的地址。结果还没敲门，一个疯丫头就大大咧咧冲了出来。寓意的突然到访让小英一家都很困扰，可他还是厚着脸皮请求小英的母亲让自己在这里小住几天。晚上，光子叮嘱小英不能跟这个男生深交，人家可是要去留学的音乐天才，你们俩人就算现在在一起，到时候分隔两地能受得了吗？母亲离开后，小英敲响了寓意的房门，很郑重的请寓意先生能够忘了他。寓意有些慌张的拿起了旁边的本子，表示自己刚才见到小英的时候，脑海中就不自觉浮现出一段曲子的旋律。来这里之前，他完全做不出曲子，但是自从和小英相遇后，灵感就源源不绝的浮现，就像他在信里面说的那些话一样。
小英就是他音乐上的缪斯女神，所以寓意恳求小英能让自己再待几天。小英听完后没有说话，起身离开。不过很快又折返回来，有些害羞的对寓意说，明天可以先带她逛一下家乡枫桥。在楼下偷听的光子发现女儿下楼，赶紧躲了起来。可小英捂脸离开的样子，却让他很不放心。等第二天寓意起床的时候，已经接近中午了。因为家里从事的是马具工作，小英便带着寓意先去了马场溜达，然后向他介绍了自己记忆中充满回忆的场所。从小时候心情低落，每次都会来的老城墙，到著名歌唱家双普环女士演唱的小教堂，再到自己父亲经常带她们三姐妹去吃的团子店。小英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美好事物全部分享给了寓一。吃完美味的团子后，她把寓一带到了家乡的海边。小英说，自从爸爸去世后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到海边来了，不知道他在天堂过得还好吗？寓意说，不如问问看好了，然后便转身朝远处走了过去。随着海浪声在耳边奔腾而过，寓意扭头对小英说，过得很好。看到这一幕的小英忍不住露出笑容，心中升起的那股悲伤也一扫而空。这时寓一突然提议，不如由小英给他爸爸写一首词，然后自己来作曲，一起演奏出来。小英微笑着点了点头。离开海边后，俩人就径直回家。结果才走到家门口，小英的母亲就急匆匆地说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原来有个叫贺龟的男人打听到了作曲天才寓一过来枫桥，便想邀请他在这里举办一场演奏会。想着自己刚才在海边答应了小英帮他作曲，寓一就顺水推舟接受了这个演奏会的邀请。贺龟书会场，到时候自己会安排前半场演奏流行曲，后半场再由寓一老师登场，最后和殷小姐一起演奏自创曲目进行收尾。到时候门票收入大家五五分成。贺龟说完，还从包里掏出了一份合同，在小英仔细无误的确认之下，双方愉快地签订了演奏协议。吃完午饭后，光子把小英带到房间，医生询问他今天有没有跟寓一摊牌。可小英却说演奏会合同都签完了，等结束后自己再说。这件事情也一样。母亲千叮万嘱，小英上楼给寓一送衣服，可看到少年笑容的那一刻，母亲的嘱咐就全部被他抛到脑后。小英笑着说，今天晚上枫桥有庙会，到时候还会放手捅烟花，寓意先生要不要一起去体验一下呢？看到寓意点头答应，他便把手中父亲的衣服递了过去。等寓一换好寓衣后，两人便准备出门。临行前，光子喊住小英，让她不要忘记自己刚才交代的事情。从家里的马具店出发，穿过一条挂满红色灯笼的小桥，就来到了庙会。庙会上摊位云集，商品琳琅，好不热闹。小英带着寓一捞了金鱼，然后又去旁边玩了射击游戏，甚至还去了有美女蛇的恐怖山洞。天黑后，俩人来到庙会广场，观看了枫桥特色的手捧烟花。巨大的火蛇伴随着白色烟雾缓缓升起，把每一个观众的脸庞都照得红彤彤的。寓意激动地拉住了身边小英的手，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烟花。小英看着寓一棱角分明的侧脸，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。至于母亲出门前的摊牌嘱咐，早就随着阵阵烟雾升到九霄云外了。看完烟花后，寓意说自己饿了。等他们吃完烤鸡肉串回到住处时，已是深夜。结果一进门，寓意就呆住了。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人，此时正满脸怒意站在他面前。自己的父亲居然从乡下追了过来。就在几人互相寒暄，不知道怎么开启聊天之时，寓意直接对小英的妈妈放了大招。他这句话不仅把偷听的姐姐吓到腿软，也让在场其他3人目瞪口呆。小英妈妈笑着说，你真是幽默。寓一的父亲也说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乱开玩笑。可寓一却说自己是认真的，他是真的很想跟小英小姐成亲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寓一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女孩了。看着眼前满脸真诚的寓一，小英的心都快融化了，情不自禁伸出双手就要答应他的求婚。结果俩人刚触碰到一起，就被双方家长紧张拉开。三郎对光子说，这不对啊，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会让他们一刀两断吗？光子被问住后，虽然也很蒙圈，但是面子上却不肯服输，表示这件事都怪寓一突然出现在他家，就不说现在还想拐走自己的宝贝女儿。光子的话吓得寓一赶紧道歉，可这个时候三郎却硬气了起来，明明就是光子一家连拐带骗才对，如果不是小英写慕名信寄到川渝，自己的儿子就不会看到那封信，也不会搞成现在这种局面了。为了彻底断绝这2个年轻人的恋爱念头，光子和三郎再次站到了同一阵线。看到三郎开始发话，光子也赶紧说，寓一独自一人漂洋过海，遥遥不知归期，他的女儿绝对不能许给这样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对面的三郎突然表情痛苦，光子瞄了一眼后，便提醒他厕所在走廊尽头。三郎一开始还嘴硬表示没事，可话还没说完，肚子就强烈抗议，最后只能夹着腿一步一小，小心翼翼朝走廊尽头挪动。趁着三郎离开的间隙，光子起身去给几人倒茶。
无意间却给两个小年轻创造了独处的机会。小英问御医为什么这么突然向他求婚，御医说自己也不知道，当时情不自禁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听到这句话的小英有些害羞地问自己，真的可以吗？御医把小英拉到身边，然后盯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说出了自己的承诺。不明白。听到小英的回答，寓意觉得自己此刻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他再一次郑重地问小英愿不愿意和他结婚。小英泪光盈盈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情难自禁的御医握住了小英的双手，然后朝着她的嘴巴亲了下去。结果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光子看到，吓得他赶紧躲到门外，狂喝了一杯热茶压惊。而这时解决完人生大事的三郎正悠哉吹着口哨回来。光子本来想过去告诉他这件事，结果一个不小心狡猾，把茶水全部洒了出去，直接让三郎来了一段原地唱跳。换完衣服后的三郎再次坐到光子身边，这一次他开门见山问寓意和小英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寓意说自己想要结婚，刘旭那边也会去的。小英也说自己会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歌唱家，在音乐上追随寓意的脚步。三郎很认真地对小英说，在这个家庭里，他可能觉得女孩子追逐梦想是一件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外面的社会可不一样，特别是在寓意当养子的家庭里，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，全藤舅舅绝对不会允许寓意跟一个梦想成为歌手的女孩成亲的。三郎的话让两个小年轻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光子突然起身端坐，然后恳求三郎帮忙去说服寓意的养父一家。他的这个举动让三郎一脸蒙圈，明明自己上厕所之前，光子还是反对结婚的呀。光子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刚才撞到他俩在接吻，现在这车已经开起来，没有回头路了。他说完就起身拿来。小英父亲的意向让寓意郑重发誓会让女儿幸福。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下，这对才见面不到3天的年轻人就这样许下了厮守终身的承诺。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最棘手的人没同意，就是那个把寓意收为养子的银行家。舅舅从来没有见过发展这么快的恋情，俩人见面不到3天，男生就开口向女生提出了结婚邀请，关键是双方家长都还默许了。这件事过后，寓意的父亲就先回乡下通知家人，而寓意则是继续留在小英家里，因为之前约定的演奏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可小英这边却遇到了新的问题，天生就没有文学细胞的她实在是写不出词，最后只能把作词这个艰巨任务交给自己的妹妹小梅。然而小梅也头疼了，她虽然平时喜欢读书写东西，但是作词这种事情也是第一次，所以想了很久还是无从下笔。就在这时，她身后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男生就这样走了进来。啊，呜呜！原来寓意早上去拜访了小英的声乐老师玉手，洗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才四处找寻。小梅说姐姐小英出去采购了，其他人应该是拿马具去交火。她说完这句话后就一直盯着寓意看。就在寓意被他看到心里发毛的时候，小梅突然开口问他平时是怎么创作曲子的。寓意说自己作曲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有灵感，曲子就会咚的一下子出现在脑海里。听完寓意的回答，小梅有些泄气，这难道就是音乐天才和普通人的区别吗？寓意赶紧安慰小梅别灰心，进行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灵感或者媒介的，自己当初做不出曲子的时候也很困扰，但是自从遇到了他的姐姐小英后，脑子里面的作曲灵感就源源不断。或许小梅可以试试把目光转向外界求教不成，反被喂了一把狗粮的小梅只能讪讪点头。下楼后，寓意刚好遇到了小英，几人回来还给她带了一封父亲从福岛寄过来的信。信里面三郎说万事俱备，速送回去。寓意原本计划等演奏会办完后就带小英一起回去，可光子却说到时候小英还有入学考试。最后几人决定由寓意先回去准备结婚事宜，等小英这边考试结束后马上过去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演奏会当天，可原本要上台演唱的小英却发不了声，而且还紧张得浑身颤抖。寓意赶紧安慰她放松心情，然后快速找来了一把新鲜大葱，告诉小英这个东西对嗓子很好后，就回去舞台指挥。随着观众掌声连绵不绝地响起，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即将登场。小英也在众人期盼的眼神中走到了舞台中央。随着音乐响起，她缓缓开口，可唱到一半的时候，小英却停了下来，然后转身告诉寓意自己的声音好奇怪，这样下去没办法唱出高音。寓意赶紧对身后的观众说了一声抱歉，然后告诉小英继续唱下去吧，即使最后走音了也没关系的，音乐是心灵的沟通，只要从心底传达出的歌声，大家就一定能够接收到。寓意的鼓励让小英如沐春风，这时台下的观众也自发鼓掌，向台上的演出者传递关切问候。寓意告诉众人，这首曲子是献给小英小姐早逝的父亲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原创曲目《暮秋之时》。也许是寓意的冷静指挥起到了作用，小英接下来的演唱十分顺利，最后演奏会圆满落下了帷幕。演出结束后，寓意马上回到小英家收拾行李，可这时
楼下突然传来了小英的怒吼。原来之前负责演奏会售票的贺龟卷钱跑路，不甘心的小英马上就要报警，可御医却说没关系，能够和小英一起站上舞台，还认识了许多做音乐的朋友，他已经觉得很开心了。在寓意要离开枫桥回福岛的前一天下午，小英一家人带着他又去了一次海边，大家轮流朝着大海许愿，请求在天堂的爸爸能够保佑他们。小英的姐姐小英希望自己去了东京后能遇到喜欢的人，小梅说自己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作家。轮到御医的时候，她不知道如何开口，最后在大家的提议下，小英面朝大海，将那首为父亲而作的曲子演唱了出来，伴随着阵阵起伏的海浪声，仿佛天堂的爸爸在轻声回应。这个男生刚回到住的地方就愣住了，明明父亲在信里面已经同意他和女必友结婚，可见面后却说信里的内容是假的。御医有些失落地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做。三郎说自己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，要是结婚这件事只有御医的舅舅反对，他还能想办法，但是现在连御医的妈妈也反对这门亲事，如果不把御医先骗回川渝，到时候出国留学就来不及了。三郎告诉御医先别灰心，明天收拾东西跟他回一趟乡下，只要俩人能说服御医的母亲，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转机的。而另一边的小英也在姐姐小英的陪伴下来到了东京，两人现在借住在亲戚家里。小英问妹妹音乐学院的面试怎么样了，小英说虽然有声乐老师的推荐信，但是今天过去现场还是感觉很严格。就在小英为面试能不能通患得患失之时，玉英已经从川渝赶到了乡下老家，她一进门就直接找到了在屋里种花的母亲，表示自己有话要说。客厅内，玉英很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要反对她和小英的婚事。小雅问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去进修音乐，真的有必要先结婚再去吗？玉意赶紧说很有必要，如果没有小英，自己根本就做不出去。可母亲却说要达到世界级作曲家的那种境界，许多人就算付出整个人生，能脱颖而出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。依依话音刚落，旁边的弟弟浩二就笑出了声，然后抑制不住声音越来越大。浩二说哥哥真的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男人，家里的所有人都在担心他，可他却唯独信赖那个跟他不通、书信认识的女兵。难道家人就不值得他去信任吗？当初玉姨放弃音乐成为舅舅的样子，可不还是说回来就能回来，想去留学就能去留学的。玉意提出的任何要求，家人都全力支持，没有怨言。事到如今，他却贪恋女色，想要结婚。浩二说着说着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他告诉玉一，周围人的爱护是理所当然的，你得要学会感恩啊。等弟弟情绪平复后，玉意才找到他道歉，可浩二却说，真想道歉的话，就以全家人的幸福为先吧。心情烦躁的玉一出门散心，走着走着就来到小时候念书的学校，看到昔日的学生糖糖，老师很开心。玉一把自己想要结婚，但是家里反对，还被弟弟嫌弃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糖糖老师安慰他别往心里去，越是身边之人的情绪越难察觉。聊着聊着，糖糖老师突然对玉一说，自己可能会辞职回老家。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干部，当年自己不顾家里反对，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，但是现在已经厌倦了这种反叛父母的生活方式。老师这份工作当然也非常有意，但是看到逐渐年迈的父亲，自己也想回到他身边去尽孝心。临别前，玉意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开口询问糖糖老师，如果是老师站在他这个立场，最后会如何选择呢？糖糖老师告诉玉意，如果真的想达到目标，就必须要学会取舍。从学校出来后，玉意整个人浑浑噩噩。此时正值盛夏时节，听着耳边传来的阵阵蝉鸣声，便一咬牙做了一个决定。几天后，东京的小英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岛乡下的信，她满脸兴奋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可看着看着，脸上的笑容却慢慢消失，委屈和不解逐渐涌上她的心头。玉姨在信里面告诉小英，她选择继续追梦，所以俩人只能分手。看完信后，小英的双手止不住颤抖，旁边的小英赶紧安慰她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然后一把抱住了浑身打颤、泪流不止的妹妹。和小英分手后，玉一就把自己关在楼上的房间里，日夜创作。她不断地告诉自己已经抛弃了小英，如果这样还不能够成为大作曲家，那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。不久后，玉意收到了一沓信件，第一封就是小英寄给她的。玉意强忍着悲伤没有打开，而是将这封信放进了旁边的铁盒。就在这时，一封全是英文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拆开信封，可才看了一眼，眼睛里仅剩的那道光影消失了。玉英面无表情地下楼，将这封信放在父亲面前，然后饭也不吃就回到了楼上，哈哈。回到楼上后，玉一的心态彻底崩溃，他为了音乐梦想拒绝了小英，没想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等家人听到动静匆匆赶来的时候，房间已经一片狼藉，满地都是被撕毁的乐谱和手稿，而玉姨正面如死灰，静坐在废墟之中。
你知道生活是如何摧毁一个人的吗？他为了出国留学，跟喜欢的女孩子分手，可几天后却收到了因为经济萧条，本次留学被取消的通知。信仰和爱情的双重崩塌，让御医从这天起就一蹶不振。为了让儿子重新振作起来，身为父亲的三郎写了一封信，寄给在东京的小樱，请求他能够帮忙想想办法。在看完信的那一刻，小樱就启程赶往福岛乡下。而另一边的御医已经收拾完行李，准备回川渝上班了。临行前，弟弟安慰他不用太难过，现在不过是回到了获奖之前的状态啊。哥哥还是银行家舅舅的养子，而自己也会好好继承家里的和服店，这对他们家来说是最幸福的结果。御医听完浩二的画面无表情，最后说了一句你是对的，就转身离去。结果他前脚刚走没多久，小樱就匆匆赶了过来。在得知御医已经离开后，他又一路追到了川渝，最后在川渝的小教堂里面，小樱终于见到这个对她提出分手的男生。看到小樱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御医明显愣了一下。这时小樱告诉御医，自己以前来过这里啊，小时候她就是站在这个教堂的讲经台上面唱歌的。而她的话也成功勾起了御医的回忆，原来小樱就是她小时候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个女生。小樱很认真地对御医说不要放弃，俩人在孩童之时相遇，在豆蔻年华相识，在此时此刻相逢，有着同样的音乐梦想，这些就是上天给予他们最好的安排啊！可御医却说自己为了留学抛弃了爱情，已经不再是小樱期待的那个人了。他希望小樱能够把他忘了，努力朝着大哥唱家的梦想前进。御医说完后，不理会还在流泪哭泣的小樱，就离开了教堂。不久后，权衡舅舅便张罗着给御医介绍对象，据说是一位权力议员家的二小姐。御医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舅舅觉得可以就行。”对面的三郎看到这一幕，满脸怒意地说：“这可是要和你共度一生的女人，你怎么能答应得这么草率？”可御医却表示，舅舅的选择对家族最为有利。回去后，三郎就把御医相亲的事情写信告诉小樱，如果这个婚约被定下来，御医就真的要作为养子，继承权腾舅舅的千亿家产了。到时候想让他重新回到音乐之路，无疑更加艰难。就在小樱还在头疼怎么劝说御医的时候，姐姐小樱却让她后天陪自己去相亲。这是小樱来到东京之后的第5次相亲了，找一个男生回去继承家里的马具店，一直是她的梦想。而小樱每次的任务，除了帮忙审视相亲对象以外，就是充当话题人物，避免气氛太尴尬。所以聊着聊着，俩人就聊到了小樱身上。相亲的男生说自己叔父在哥伦布唱片公司上班，如果小樱小姐对音乐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介绍俩人认识一下苏瑞特。第二天，小樱就来到哥伦布唱片公司，很郑重地给负责人推荐了御医。可日式却说他们不需要这种作曲新秀，因为公司在他们身上很难赚到钱。御医的话并没有让小樱灰心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相继拜访了东京所有的唱片公司，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一家愿意与御医签约。这天，小樱的妈妈去附近乡镇送货，顺道过来东京探望一下她们两姐妹。在知道女儿这段时间为御医奔走无果后，她问小樱是不是准备放弃。小樱有些无奈地说，现在已经没有唱片公司可以拜访了呀。可光子却让小樱换个思路，从头再跑一遍，因为现在能够拯救御医人生的人只有他了呀。妈妈的话让小樱重新拾起了信心。与此同时，哥伦布唱片公司的瑞士突然被一位大人物给约了出来，正是当年作曲界的巨匠小山田耕三。而耕三给日式下达的任务就是，无论如何都必须签下这个叫古山裕一的作曲家。光子离开后，小樱又来到哥伦布唱片公司拜访，可接待她的女生却说这件事情已经拒绝过了，他们的负责人是不会跟小樱小姐见面的。这时，小樱突然说，手上已经有好几家唱片公司要签约了，只不过是因为哥伦布唱片是熟人介绍，所以他才再次登门拜访她。小樱的话成功把这个女接待员给吓唬住，急忙说负责人马上就来。看到小计谋奏效的小樱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就在他想等会要怎么说服唱片公司负责人之时，反转终于出现了。爱情里主动的人到底能有多卑微呢？他为了帮喜欢的男生找回音乐梦想，特意带着唱片公司的合同来到乡下，找到了男生的家人。小樱希望玉意的妈妈能够帮助自己，说服玉意不要放弃音乐之路。可小雅却说自己是一个母亲，所以不想再看到儿子在残酷的世界里受伤。如果现在玉意放弃了音乐，这一切也就能结束。等以后小樱也有了孩子，就能够理解他。比起追求成功弄得遍体鳞伤，母亲更希望孩子能拥有和自己相称的幸福。小樱流着泪说，和玉怡最相称的身份就是名震世界的音乐家呀。可小雅却说这些都是少数的天选之人。之前玉意决定要去留学的时候，她也天真的以为自己儿子就是这样的人。而另一边的玉一正被舅舅拉到一家医院，全藤舅舅指着床上的女人说，等完成过继仪式后，她就是你的妈妈。探望完舅妈后，俩人准备回去，没想到外面却突然下起了大雨。舅舅给玉意拿了一把伞，让她先走，
还不忘记叮嘱他这是外国货，以后要还的。寓意撑着伞来到住处，结果父亲已经在门口等了他很久。三郎说小樱小姐去了他们乡下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寓意就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和他没有关系。从这天开始，寓意的生活就再无惊喜，每天像个机器一样在银行工作，下班后就去教堂静坐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没有人从他脸上看到过笑容。直到这天，小樱又找到了他。小樱说自己把东京的唱片公司都转了一遍，问他们能不能签下寓意先生当作曲家。寓意自嘲地说，像他这种乡下人，又没读过音乐学校，怎么可能会被看得上？可小樱却拿着一份合同递到寓意面前，激动地说哥伦布唱片公司愿意签下他，他希望寓意能再重新作曲。然而寓意的眸子却如一潭死水，毫无波动。他让小樱过好自己的人生，不要再管他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一声传来怒吼，大将满脸恨铁不成钢冲到了寓意面前。他不明白大好机会就在眼前，为什么寓意还要铁了心拒绝呢？最后寓意还是没有接过那份唱片合同，自己的人生和家族的利益这道题他真的不会选。这时窗外突然淅淅沥沥下起小雨，想到舅舅的伞还在自己手里，心情烦躁的他便出门还伞，结果却在全藤家听到了舅舅和外婆的秘密谈话。外婆说多亏了经济大萧条，现在寓意留学也去不成，音乐也放弃，他让儿子赶紧举办国际仪式，只要寓意能够给他们家传宗接代，就算以后是个废人也无所谓。听到这句话的寓意如遭雷击，自从放弃音乐放弃爱情后，当好一个养子就是支撑他生活下去的动力，如今最后一个信念也崩塌，他实在不想以后沦为一个只会生孩子的工具。回到住处后，寓意浑身颤抖地吹响了口琴，家族的利益和自己的人生，这道题到底该怎么做？随着最后一个音符结束，寓意心里逐渐有了答案。第二天，寓意回到了福岛乡下的店铺，眼神认真地说自己要离开这个家了。弟弟浩二赶紧劝他不要任性，要是哥哥不继续当养子，到时候权衡就不会继续资助他们家里的和服店了。可浩二的话却没有让寓意停下手上的动作。收拾完行李后，他刚下楼就被母亲拦住。小雅说：“孩子，别傻了，你是做不到的，留在自己身边，你才不会受伤啊。”和母亲说了一句对不起，一片遗憾。在前往车站的路上，遇到了父亲。三郎说自己刚把小樱送走，在知道玉米要去东京后，老父亲笑着从兜里面掏出一张纸条，告诉他上面写着小樱的住址。三郎让御医只管朝梦想前进，剩下的事情他会处理的。御医用力地抱紧父亲，然后义无反顾转身离开。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，这个佝偻着身子的中年男人露出欣慰表情。时至今日，大儿子依旧是他心里唯一的骄傲。而这个音乐少年波澜壮阔的东京篇章，也即将在岁月的见证中拉开帷幕。一个男人要怎样才算负责任呢？他为了跟喜欢的女生结婚，放弃继承家产，义无反顾来到东京，还找了一份年薪3500日元的作曲工作，条件就是每个月必须创作2首新曲子给到唱片公司。看到御医签下那份来之不易的合同，旁边的小樱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从唱片公司出来后，两人找了一个小房子，虽然有点拥挤，但是屋子里的采光很好。就这样，御医和小樱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婚后生活。同居第1天的早晨，这对新婚小夫妻就遇到了问题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小樱准备了8丁味增汤，可御医却说自己想要吃纳豆。听到纳豆2个字，小樱脸色一变，很明显她对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有抵触，不过还是表示御医喜欢的话，她下次会买。这时小樱有些羞涩地说，既然结婚，那以后御医喊她名字就好了。说完还催促御医现场叫一声来听听。吃完早饭后，御医来到唱片公司上班，上司瑞士给他介绍了同期入职的作曲家木扑。当时哥伦布唱片公司的产品有2种，分别是代表西洋音乐的蓝碟和代表流行音乐的红碟。御医他们签约的都是红碟作曲家。参观完录音室后，日式把2人带到作曲大厅，表示这里的所有位置都能随便选，然后便拿出一份稿子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作曲任务。在和同事木哭稍微交流了一下方向后，御医便下班回家了，吃着小樱准备的晚饭，跟他讲着今天在唱片公司发生的事情。此刻的御医觉得人生幸福不过如此。小樱说有西洋音乐的底子是优势，他相信御医肯定能够做出属于自己风格的曲。吃完晚饭后，御医便投入到了曲子的创作中，熟悉的感觉从4面8方涌入大脑，一段轻快的节奏很快就跃然纸上。就在这时，小樱敲门而入，贴心的给认真工作的御医端来了宵夜，一番爱的鼓励后才起身离去。第2天，御医信心满满来到公司交稿，可是看完曲子手稿后却眉头紧皱，然后告诉御医这还不行，虽然说不清楚哪里不行，但是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。从这天开始，御医就陷入了无止境的重做魔咒里，交稿退稿重写，再跑去交稿，成为了御医这小半年里最痛苦的事情。
这半年里，御医的稿子被否了21次，而同期入职的木窟也没好多少，光荣的拿下了19连否的好成绩。木窟丧气的说自己还能撑下去，但是御医那边拖家带口的钱还够用吗？御医说今年的签约费还剩不少呢，可木窟却说那个钱是百税的预付款啊，等于说是他们唱片售卖前的提前预支而已。如果到时候唱片大卖就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话，这些钱要悉数奉还的。木窟的话让玉英一下子清醒了起来，要是公司让他还钱，那和小英的幸福生活可就没了呀。而另一边的小英也迎来了音乐学院的入学仪式，在这里她遇到了演唱不同音乐的女同学，还有被众人瞩目的天才音乐少女夏目小姐。上完课后，小英又匆匆赶回家给玉姨做饭，可玉姨的表情却很奇怪。最后在小英的追问下，玉姨支支吾吾的说出了唱片公司的签约费是借款这件事情。没想到小英却说没关系，只要唱片大卖不就行了吗？而且那份签约合同上也没写提到他们还钱。小英的安慰让玉一瞬间有了主心，甚至连第二天作曲的时候思路也通顺了很多。随着最后一个音符完成，玉意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他信心满满的拿着曲子手稿找到了日式的女助手，表示这次的曲子一定没问题。可女助手却说，玉意先生上个月交稿时也是这么说。玉意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然后问玉意先生去了哪里，得到的回答却是玉意今天去参加木窟的录音了。下班前，玉意找到了木窟祝贺，可木窟的反应却不是很开心。原来于是调整了他那首曲子的位置，原本说是放在一面的作品，最后却放到了唱片的 B 面。心情不是很好的木窟拉着玉一去了一个地方，正是每个作曲家都会光临的咖啡舞厅。入座后的玉一马上被身边的女生一把抱住，他有些害羞地问木窟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可木窟却说，这些都是每个伟大作曲家的必经之路。他刚结婚没多久就被同事带去了舞厅，说是这样就能找到作曲的灵感。回到家后，看着等待自己还没休息的妻子，玉意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愧疚之情。就在这时，接过帽子的小英突然停下脚步，疑惑地问，为什么玉一的身上有一股怪味？玉意急忙解释，这是调味料的味道。晚上同事带他去西餐厅吃饭，刚好有一道放了古怪调味料的硬菜。小英对玉一的话深信不疑，所以便没有去纠结这件事情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去睡觉的时候，无意间却看到了玉一的白衬衫，上面有个红色的唇印。再联想到刚才那鬼怪物，小英的怒火蹭的一下就上去。玉一赶紧表示，都怪自己那个魂师，目睹是他非要去什么咖啡舞厅的，自己当时也是奋力抵抗。可气头上的小英哪里还听得下去解释，小嘴巴拉巴拉像机关枪一样，说的玉一还不上嘴。而玉一的性子本来就有点慢，加上现在一紧张，说话更是结结巴巴。他心里那个委屈啊，最后只能仰天怒吼了几声，便溜去睡觉。等第二天玉一起来吃早饭的时候，报复也随之而来。还在生气的小英冷着脸给他盛了一口饭，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的玉一当然不能惯着他，直接出门去掏了几把纳豆回来。他知道小英讨厌这种发酵味道，所以故意带回来膈应他了。吃过早饭后，玉意没有去唱片公司，而是去了家门口的咖啡店，和老板吐槽了小英的小家子气后，才心满意足。老板娘笑着说，英小姐的吃醋方式也挺可爱的嘛，不过玉意先生难道不甘心吗？他可是听说英小姐那所音乐学院有很多帅哥呢。玉意说了一句不可能，就起身去上班了。可他前脚刚走没多久，小英后脚就带了一个卷发男生进来，还点了一壶奶茶。原来早上小英在学校练声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了高年级的学长，学长还指正了他几处发生的缺点，于是小英便想着请学长喝咖啡感谢一下。此时两人还在继续进行学术探讨，可在咖啡店老板娘眼里就不一样。想象力丰富的她此刻已经脑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三角恋大戏。没有，就在这时，玉意突然折返回来拿东西，好巧不巧就看到了小英和学长坐在一起。在听到玉一的名字后，学长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然后激动地说自己是佐藤久镇，就是小时候和他念同一所学校的那卷发小孩啊。他相遇故知，俩人都难掩兴奋。于是佐藤便来到玉一的住处继续酗酒。得知这对新婚小夫妻还在吵架后，佐藤很自觉地拉着他们的手当起了和事佬。玉一也借着这个台阶向小英诚恳道歉。生活的瞬息并没有改变玉一事业上的现状，他的作曲手稿再一次被唱片公司给打回了。时间又过去了小半年，而玉一的音乐之路却等不到柳暗花明。这天他被唱片公司的上司找了过去，说是明年的签约费要降成1700日元了。律师说，别看第一年签约费是3500日元，但是里面包括了唱片版税的预付款。可在过去1年，李玉仪先生一张唱片也没出过，现在签约费减半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玉仪听完后无力反驳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回家。结果一进门，小英就急急忙忙的把他拉到房间里，一脸兴奋给玉仪展示了他刚买到的留声机。看着桌面上的购买发票，此刻的玉仪心在滴血。这天晚上，玉仪失眠了。
这也是他第一次觉得赚钱养家这件事真的不容易。隔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小英说留声机都买了，不如再趁这个机会买一架钢琴吧。寓意满脸紧张，赶紧转移话题，表示今天的竹夹雨好大。小英一眼就发现了他不对劲，最后在他的追问下，寓意终于说出了明年签约费减半的事情。小英深吸一口气，喝了一口茶，然后表示自己要去一趟唱片公司。身为一个合格的妻子，她有义务维护丈夫音乐家的价值。饭都没吃的小英杀气满满找到了日式，她可不管日式在跟谁见面，一把薅住他的手就是不让走。日式说自己也是没办法，寓意签约的是流行音乐的红碟，红碟唱片里头的音乐是给居酒屋大叔们听的呀，只要做一些正常热闹点的旋律就行了。可偏偏寓意却在曲子里面卖弄自己那些西洋音乐的小聪明，最后导致整首曲子都用不了。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小山田老师会推荐寓意。看到小英疑惑的眼神，略相终于说出了签约寓意的真相。原来去年夏天，小山田老师突然让他把寓意签下来，刚好那个时候小英来他们公司推销寓意，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同意了签约。可没想到寓意这一年来的作剧表现真的很一般，既然这样，降一点签约费也是理所当然的吧。小英的应对方式让日式甘拜下风，最后只能同意继续以3500日元跟寓意再签印。不过今年的签约费，日式明确说了是预付款，要是唱片还卖不出去的话，他们就要把这笔钱还给唱片公司。所以这一次留给寓意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一个落魄的作曲家要怎样获得重生呢？他曾经拿到国际作曲比赛的第2名，可进入唱片公司后，却连一首曲子都写不出来，还在最尊敬的老前辈面前出丑。前辈的关心让寓意羞愧难当，回到家后就投入了无止境的创作，甚至连小英过来喊他吃饭，寓意也说没时间。如果不能写出被认可的曲子，那就等于给介绍他签约的小山田老师丢脸了呀！从这天起，寓意就陷入了作曲魔症。尽管他努力告诉自己静心创作，可耳边却一直响起那些对他的嘲讽。等于好不容易呕心沥血做出一首曲子，拿到公司的时候，负责人却再一次把他的作品给否定掉了。传说他写的这种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唱得出来。长期不规律的作曲习惯，让寓意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。在小英准备参加音乐学院歌剧选拔这天，寓意却痛苦地倒了下去。最后医生问他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。这时咖啡店的老板娘说，昨天寓意在他们店里面写月稿，一口气喝了7杯咖啡，想来应该是这个原因。医生离开后，寓意就让小英赶紧去学校，别管他，今天可是歌剧选拔赛的日子啊。等小英匆匆赶到学校的时候，已经迟到了。好在佐藤学长和夏目小姐出声，监考的老师才网开一面让他参选，而小英这段时间的刻苦练习也没白费。险之又险，挤进了第1轮选拔的前10名。选拔结束后，佐藤学长向小英祝贺，可小英却一脸愁容。细心的佐藤连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。在知道寓意作曲魔症后，佐藤笑着说这件事情交给他就好了。几天后，小英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群身穿黑色校服的男生突然冲到他们家门口，大声询问寓意老师在不在家。听到寓意应声后，这群训练有素的男生直接推门而入。在小英着急的呐喊声中，寓意就这样被他们堵到了墙角边上。田中说完，就带着众人把寓意抛了起来，来了一段早稻田大学专属的声援助威。结果一个不小心，差点给寓意摔断了老腰。在和田中的交谈中，寓意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早稻田大学和青营大学每年都会打棒球比赛，因为收音机的普及，当时这2所大学之间的比赛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早稻田大学就一直没赢过，甚至取得了11连败的屈辱成绩。最后他们发现，这次连败的起因是从青林大学用了一首叫《血气方刚》的应援新歌后才开始的。于是田中决定给早稻田的棒球部也整上一首应援歌曲。5个月后，他们从海选中筛选出一首气势如虹的诗词。可俗话说好马配好鞍，现在好词找到了，好曲子却让众人犯了难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生说自己的舅舅在音乐学院进修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于是早稻田的人找到了音乐学院的佐藤，佐藤又把他们介绍到了寓意这里。那你怎么？最后在小英的鼓励下，寓意接受了这次的作剧挑战。可话虽如此，但唱片公司那边也得智慧一声。就在他找到日式准备说出这件事的时候，律师却着急着去吃饭，根本不想听他说话。很显然，他对现在的寓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。热脸贴了冷屁股的寓意只能来到作曲大厅找灵感。就在这时，吃完饭的木哭带着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悟空说，山藤先生是一位很厉害的歌唱家，他觉得寓意的曲子应该很适合山藤，希望他们俩人以后有机会能合作。就在这时，山藤看到了寓意桌面上的手稿，寓意赶紧解释，有人拜托他为早稻田棒球部的应援歌作曲，还说一定得超越青音大学的那首《血气方刚》。可山藤听完后却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因为那首血气方刚当时就是他负责指导排练的。他是一个作曲家，可今天却遇到了大麻烦。面对这首早稻田大学棒球部的应援歌曲，寓意迟迟没有动笔。他告诉来送夜宵的妻子，这个歌词有问题啊，特别是霸者这一句。应援歌讲究一个气势，但是你一叫霸就感觉矮人一截了呀。于是第二天，御姨就找到了早稻田大学的田中，表示能不能修改一下歌词。可田中却说一个字都不能改，那句霸者完美体现了他们压青硬一头的气势啊。田中说完就离开了咖啡店。就在这时，咖啡店的老板走了过来，御姨向他抱怨应援歌都是同一个格式，研究太深就会被其所致，故不自觉落入俗套。老板反问他，落入俗套就不行了，自己每天泡着同样的咖啡，不都是一个味道？御姨说，咖啡跟作曲不一样啊，大家都是冲着你那个味道来的，如果味道一直改变的话，顾客肯定会受不了。老板的话语并没有听进去。晚上回家后，他就向小英吐槽这件事情，如果作曲不能保证自己的风格，那不是让别人去写也没差别吗？没想到小英听完后却罕见的沉默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告诉御医，唱片公司的御医也说过这个问题，御医太执着于西洋音乐了。御医先生说，御医的曲子太让人讨厌了，只要做一些正常热闹一点的曲。可御医却硬要卖弄西洋音乐的小聪明，导致整首曲子前功尽弃。小英将藏在心里面的话一股脑说了出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抬头瞄了一眼对面的御医。他知道这些话寓意可能会生气，但是有问题不说出来的话，寓意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去改变它。毕竟他已经整整1年没有写出一首曲子。寓意听完小英的话，表情很奇怪。他说自己现在应该在英国学音乐的，如今却在东京的一个小角落里写着应援歌和俗套歌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得够多了呀，坚持作曲风格就是他最后的底线。小夫妻的冷战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回到书房后，御姨就开始投入作曲创作。既然所有人都说他的风格不行，那他就要证明自己能行。在连续3天3夜不眠不休的创作中，御姨终于写出了名为《叛逆之诗》的西洋音乐，这也是他这一阶段的最佳杰作。而另一边，早稻田大学的田中就没那么开心了。此时离和青英大学的棒球赛开始仅剩5天，可他们拜托御姨老师那边的曲子却迟迟没有消息。就在这时，棒球部的经理走了进来，表示应援歌的曲子不能交给不知名的作曲家，他会去找人来作曲的，大家就不用操心了。经理说完就径直离开，可这时田中却笑了起来。既然这样，应援部也只能破釜沉舟。他决定把所有筹码压到依依身上。而田中不知道的是，那个被他寄托全部希望的古山一，此刻正带着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，毕恭毕敬地坐在小山田老师面前等待指点。可小山田看完御医的作品后，却嘴角抽动，然后说了一句所以呢，就起身离开了。而御医的心也随着作品落地一同碎裂。这天直到很晚，御医都没有回家。不放心的小英来到书房查看，发现地上堆满了废弃的手稿，而桌子上那份早稻田大学委托的应援歌却一笔未动。这时御医在月光中走入房间，慕容的和小英打了一声招呼后，就开始撕手稿。看着跪坐在地上情绪崩溃的丈夫，小英心疼地抱住了他。她只知道御医现在很需要别人的安慰。在御医到心破碎的时候，早稻田大学这边却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甚至连底下的同学都劝田中不如换人做举算。可田中却说，比起名气，他更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田中决定带着同学上门去给御医老师鼓励，顺便欣赏一下那首未完成的作品。可当他们满怀期待来到御医老师家里的时候，得到的却是应援歌一个音符也没写的答案。御医让他们去拜托其他人吧，自己实在是写不出来了。田中连忙说，他们是真的想赢过青英大学，所以必须要有一首比他们更好的应援歌曲。没想到御医听完后却说出了一个最残忍的答案。第二天开始，摆烂的御医照常起床，可走遍屋子都没发现小英的身影。来到客厅后，他发现了桌上有张字条，他拿起一看，脸色一变，对他失望至极的小英回枫桥娘家了。没办法，御医只能把好友佐藤喊到家里。佐藤没好气地问他怎么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。御医说不是他不想写，而是自己真的写不出了。几天前，他为了证明才华，做了一首西洋音乐的曲子。结果小山田老师看完后却说了所以那3个字。从那天开始，自己就灵感全无。御医让佐藤别再纠结作曲这个问题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小从娘家哄回来。佐藤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如果小英是因为应援歌的原因离开，那御医想办法把这首歌写出来不就好了。第二天，佐藤又过来监督御医，俩人边比赛搅拌纳豆边聊天。御医失落地说，昨天佐藤离开后，自己又试着去作曲，但是想了一夜还是没写出来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没救了。而另一边的小英已经从枫桥娘家回到了东京，他去了早稻田大学找到田中，表示这件事情还有救，御医缺少的是一个可以打动他的人。
现在能够挽救御医那颗破碎做屈家之心的，就只有当初委托他写下应援歌的田中亮。可田中却一脸无奈地说，自己实在不会劝说别人了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接受完小英小姐的委托后，直肠子的田中直接到了御医老师的住处，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为什么一定要有应援歌的原因。田中说，他出生在九州的穷乡僻壤，初中的时候自己棒球打得还不错，当时还被人说有机会去甲子园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田中眼神发光。棒球这条路其实走起来并不容易，一直激励田中的是一个从小和他搭档的玩伴清水。事情发生在一个因为雨天被取消训练的下午，当时俩人在公园练习抛接球，田中故意扔了一个很远的高飞球，没想到清水在接球的时候一个踩导致腿部受伤，送去医院后打了麻醉却没有作用。当时清水靠着一条毛巾和旁边的棒球赛广播，硬生生扛过了那台手术，但是受伤的腿却无法再恢复如初，最后清水只能带着遗憾伴侣的退。田中说到这里泪如雨下，如果当时自己没有投出那个球，也许现在清水还能在棒球场上肆意驰骋吧。一段时间后，田中再次见到了清水，他问清水自己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吗？清水很认真地说，希望早稻田能够赢一场比赛，这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。可现实往往更加残酷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早稻田大学就陷入了连败的魔种。时至今日未尝一胜，田中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废物，连清水那么简单的愿望都实现不了。看到田中在自己面前眼泪与鼻涕齐飞，御医内心很复杂，最后他还是开口问田中为什么要坚持找他作曲。田中的回答让御医很开心，感受到手中那颗球传递而来的友情羁绊，御医下定决心要帮他们完成这首应援歌曲。听到屋里传来欢呼声，躲在门口的小英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此时距离比赛开始仅剩一天，再次坐到书桌前面的寓意有如神助，那些丢失的灵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他的笔下，心领神会，水到渠成。随着最后一个音符书写完成，一首铿锵有力的应援曲终于诞生。时间很快到早稻田大学对战应聘大学，当天田中一大早就让人把球队经理绑到会议室，打开广播后就带着应援部的同学赶去现场。此刻的神宫球场人声鼎沸，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，早稻田大学先行承压，最后追平比分，一胜一负的两支队伍迎来关键性的第三局。御医在比赛前指挥的大合唱也在此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。随着一次漂亮的3阵出局，老稻田大学以5-4的比分拿下比赛胜利，成功终结了英庆大学的11连胜。全场观众兴奋的呐喊声直冲云霄，而御医的那颗作曲家之心也在此时从清明节宛如初生。比赛结束后，御医带着小英去吃了拉面，这对小夫妻的感情在经历这次风波后愈发坚固。就在这时，田中带着同学们找了过来，真诚地向御医老师表示感谢。没想到御医却说，被拯救的那个人其实是他自己。田中虽然没听懂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带着现场全部同学给御医演唱这首振奋人心的应援歌曲。干穷逼他进入唱片公司后，整整1年都写不出曲，是公司上下公认的废物作曲家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连唱片都没出过的人，却偷偷给早稻田大学创作出了经典流传的声援曲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唱片公司的日式马上找到了御医，阴阳怪气地说，长本事了呀，在公司写曲子的时候咋不见得他这么努力。于是说完就给御医分配了一个新任务，是给唱片公司的签约作词家写一些地域小调。地域小调简单来说就是代表各个地区特色的歌曲。看到御医满脸兴奋，日式继续话表示这个任务可是破格提拔才轮到他的，希望御医不要辜负了社长的期望。接到作曲任务的御医那也兴奋。就在这时，好友木哭找到了他，表示自己刚听过御医那首《半穷逼》，不愧是被早稻田大学选中的歌曲啊，今天晚上要把时间空出来，他准备带御医好好出去庆祝一下。听到木哭又要带自己去咖啡舞厅，御医满脸不情愿，表示这种地方他是真的不想去。Haji mistake。随着木哭的阵阵吹嘘和旁边妹子的一句句好厉害，御医马上就沦陷在这声色犬马中，直到深夜他才恋恋不舍从咖啡舞厅离开。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，这一次御医就学聪明了，在家门口检查了好几遍，身上没味道才推门而入。没想到这个时候的小英还没休息，而是开着灯在练习发声技巧。毕竟学校那边歌剧的第2轮选拔也要开始了，御医赶紧上前鼓励了一下妻子，然后心虚的溜去睡觉。第2天，歌剧《茶花女》的甄选准时进行。音乐学院这边还邀请了大名鼎鼎的双火环老师来担任评委。首先上场演唱的是天才音乐少女夏目小姐，
随着轻快有力的钢琴声响起，优美的歌声如清泉般在众人耳边流淌而过。夏目唱完后，其他参赛同学轮流上场，小樱也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歌剧的演唱。接着便进入了紧张的审核阶段，最后老师公布了入选最终轮的人选，分别是夏目千鹤子和关内英。离开学校前，小樱找到了双浦环老师，感谢他让自己通过甄选。可双浦环却说别误会，冰同学之所以能入选，是因为他满足了评审团的审核标准。只不过以他现在这种状态，想要在最后一轮获胜还是很难。只顾自己唱得开心是当不了专业歌手。小樱必须要弄清楚自己想在歌声中表达什么感情。双朴环说完这句话就转身离开了。回去后，小樱把玉意和佐藤都拉到了咖啡店，帮忙分析。佐藤说，想要捋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，就必须先深入了解茶花女的世界。随着他响指一打，换装完成的咖啡店老板夫妇闪亮登场。茶花女的故事发生在巴黎，乡村公子哥狗蛋爱上了交际花小薇，在一番真情表白后，小薇同意交往。可不久后，狗蛋的父亲找到了小薇，强迫他离开自己的儿子。于是小薇便留下了一封无且残酷的分手信。拿到信后，狗蛋相信了小薇的冷漠，可事实却是小薇知道自己患有肺癌，不想拖累狗蛋才选择分手。不久后，小薇离开了人世。知道真相的狗蛋也在悔恨中聊度余生。没想到看完演出后，小樱却说自己不能理解小薇，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说出来才对啊。从这天开始，小樱就读起了恋爱小说。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啊。为了能够积累更多的恋爱经验，小樱强迫玉一联系木哭，介绍自己成为了咖啡舞厅的兼职女生。虽然只是在大厅陪客人说说话，但是玉意心里还是十分不得劲。在这一刻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公跑去咖啡舞厅时，家里的老婆心里会生气了。而另一边，在舞厅兼职的小樱也不省心，上班第一天就夸客人的领带像毛毛虫。好在这位地中海大叔没计较，他才逃过投诉。不过舞厅的老板娘马上找到了小樱，表示以后说话要过过脑子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是无法在这里立足。这天晚上，玉一在家门口等到了很晚，最后终于等到了带着一身酒气的小樱回来。没想到进屋后，小樱却十分兴奋，大声说咖啡舞厅就是一个贩卖梦境的地方。玉一现在很头疼啊，本来只是答应小樱去咖啡舞厅兼职1周体验生活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。家庭不顺心就算了，事业上玉意也不好过，好不容易熬夜写出了横滨的地狱小调，结果唱片公司的日式却一句话把他给否了。看到玉意失落的样子，好友木哭安慰他别太在意，这个地狱小调的作曲任务本来就是个坑，因为作词的那个家伙是个2代，是一个想借着父亲的光成为作词家的瓜皮。唱片公司这边也是被迫应付这个烫手山芋的。木哭让玉一赶紧收拾心情，换下一首，毕竟他妻子现在还在咖啡舞厅那边努力着呢。玉一有些好奇地问木哭怎么知道，没想到木哭却说自己昨天晚上去探查了一下，小樱小姐还是挺有一套的。听到这句话的玉意马上跳了起来，急忙询问木哭有一套是哪一套。木哭说当然是取悦男人的套路。在这一刻，玉一彻底呆住，脑海中自动脑补了一出小樱跟别人在一起的画面。就在他嘴巴越张越大无法呼吸的时候，木哭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原地爆炸。而另一边的小樱其实并没有木哭说的那么顺利，上班第2天就被喝醉的客人当面泼酒。小樱哪里受过这种气啊，直接抄起桌上的水杯就泼了回去，结果不出意外被舞厅的老板娘带去小房间训话。好在同期入职的西穗子帮他求情，才逃过一劫。就在2人松了口气的时候，舞厅老板娘却去而复返，表示有客人点名要小樱接待。可等小樱端着酒来到客人面前时，却愣住了。来人正是玉一的好友大将。原来大将过来东京出差，想着去找玉一借住几天，结果却被坐立不安的玉一赶到咖啡舞厅，说是帮忙监督一下小樱有没有被人欺负。就在小樱帮大将倒酒的时候，七穗子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，不料看到大将的第一眼，他就呆住了。多谢姑姑你。他逃他追，最后2人都插翅难飞。看着舞厅陷入一片混乱，小樱赶紧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，想着坐一起把事情说开，总没问题了吧。结果话还没说2句，西穗子就起身要离开。小樱急忙让玉姨先拦住大将，自己则带着西穗子到旁边的咖啡馆舒缓心情。也是在这里，他终于知道了大将和西穗子的过去。原来2人是在福岛乡下认识的，那时候西穗子在料理亭做服务员，在收拾餐具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发出惊叹，这是西穗子第一次看到有客人把鱼吃得那么干净。大将说自己家里以前是卖鱼的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所以很珍惜粮食养成的习惯。一来二去，2人就开始互生好感，周末的时候还相约出去玩。
后面一次送餐的时候，西穗子听到大将公司的社长有意把女儿许配给大将。后来西穗子突然从料理厅辞职，了无音讯。大将听说他来了东京后，就跑过来找他。要说缘分这种东西就是奇妙，茫茫人海，俩人真的再次相遇。大将觉得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，他真的想和西穗子在一起，甚至连以后孩子名字都已经起好了。可西穗子却不这么认为，他告诉小英，现在俩人只是熟人而已。送别完西穗子后，小英才回家。音乐背后能有啥子故事啊？为了唱好歌剧，茶花女白富美深入底层去舞厅做兼职，没想到却见证了一场身不由己的爱情。今天是小英在舞厅工作的最后一天，结果才换完衣服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，一个姐姐跑进来说之前那个男人又来了。小英跟着众人跑到大厅一看，果然是来找西穗子的。看到几人出来后，男人眼神发亮，他问西穗子能不能和自己好好谈一谈。可西穗子却说自己当初离开福岛，就是因为大将的喜欢对他来说太沉重了。我可以离开大赛。西穗子一字一顿说出了这句话，轻飘飘的几个字却像一把重锤砸在大将心口。他失魂落魄地离开舞厅，来到了东京好友的家里。御医看到大将情绪不对，赶紧上酒，终于成功把他心里的情绪释放了出来。酒过3巡后，大将说自己抽空写了个词，想让御医看看能不能做成曲子。看着手中这篇描写故乡的恋曲，御医露出兴奋表情，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词呀。晚上安顿好大将和佐藤后，御医便走进书房，开始进行作曲创作。谱曲过程出奇的顺利，灵感源源不断涌入他的脑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御医带着这首福岛进行曲找到日市，刚好唱片公司这段时间在推地狱小调，所以这首曲子很容易就通过了筛选。而这也成为御医进入公司2年以来第一张被提上制作日程的唱片。负责演唱的是唱片公司这边的女歌手。随着轻快的音乐声响起，御医的作曲家生涯终于跨上了一个新台阶。为了预祝御医唱片发售大卖，咖啡店的老板娘提议办一个庆祝会，到时候把那个长得挺帅的作词家也叫来。老板娘的话让小英想起了大将和西穗子分别的那个晚上，于是他再次来到咖啡舞厅，想邀请西穗子去参加庆祝会。可西穗子却说自己已经答应别人，再也不跟大将相见了。原来离开福岛前，大将公司的社长找过西穗子，给了他一笔钱去为父亲治病，条件就是离开大将。如果西穗子当时拒绝收钱的话，社长回头就会把大将解雇掉。最后西穗子收了钱，来到东京，成为了咖啡舞厅的一名女招待。没想到却阴差阳错又遇到了大将，可如今的他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。晚上几人在咖啡店帮御医和大将举行了庆祝会。御医信心满满的说，以后他们福岛3姐一定要一起出一张唱片。就在3人碰杯的时候，咖啡店的门却被人从外面推开，一个穿着和服的女生带着礼物赴约而来。西穗子送完礼物就要离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大将却站了起来，表示自己能够写出这首词，完全是因为有西穗子在啊。他这个人嘴笨，不会说好听的话，但是真的很希望跟西穗子共度余生。西穗子听完后低头不语，表情复杂。第二天，小英到学校参加了歌剧《茶花女》最终轮的选拔。随着悠扬的钢琴声跳跃起伏，小英在众人瞩目下开始歌唱。嘹亮的歌声穿透教室，带着小英的思绪回到了昨天晚上。面对大将的告白，西穗子却说自己已经有婚约了，那个人十分有钱，对她也很好，还能负担重病父亲的治疗费。西穗子边流泪边微笑，对大将说了一句再见，就离开了咖啡店。此时演唱也到了茶花女的高音部分，小英深情饱满的歌声让现场所有人都深深陶醉，仿佛看到了茶花女身不由己的悲惨人生。随着最后一声高音收尾，小英终于圆满完成了歌剧演唱。选拔结果当天就出来了，小英成功的战胜了天才音乐少女夏目小姐，顺利当选了歌剧《茶花女》的女主演。另一边的大将在被西穗子拒绝后，就回了福岛乡下。那西穗子去哪了吗？有人看到她孤身一人带着行李离开了东京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仿佛这个贫苦的乡下姑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为什么说唱片销量就是一个音乐人的脸面呢？他是一个不得志的作曲家，沉寂了2年，好不容易才出了一首曲子，可结果销量却十分惨淡。好在公司的好友给御医介绍了一位作词人，而高梨一太郎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御医暗无天日的作曲人生。高梨说自己听过御医先生发售的福岛进行曲，感觉真的非常棒，他也想让御医为自己的词谱曲。看到御一点头没有拒绝，高梨兴奋地从包里面掏出一个信封，钱都可以啊。晚上回去后，御医马不停蹄开始作曲，第二天就带着这首心爱的烧工找到了唱片公司负责人。看到作词人写着高梨一太郎，律师差点原地跳了起来。
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就相当于现在的方文山写了一首词，然后让一位默默无闻的作曲家来作曲，所以这首歌曲日式二话不说就给御医通过了。不过临别前，日式特意提醒御医，这首歌曲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这一次唱片还是卖不出去，那御医之前签的签约费全部都要还给唱片公司。时间很快到了，唱片录制当天，御医特意把大将和佐藤都喊到录音现场。可当几人看到负责演唱曲子的女生时，纷纷露出了不解的表情。御医询问瑞士，不是说好请艺伎来演唱吗？怎么请了旁边木屐店的女儿？瑞士不耐烦地表示，真正的艺伎要价太高了，反正唱片又看不到脸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旁边的大将和佐可不乐意了。作为御医的好朋友，他们觉得很有必要维护御医音乐人的脸面。就在几人吵个不停的时候，录音房的藤丸小姐已经开始了演唱。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御医这次的唱片卖得比上一张还惨。失去耐心的瑞士更是叮嘱身边的女助手，下次那个小子过来公司的时候，就跟他终止合同。而这也是御医东漂2年半来最大一次危机。可尽管如此，作为丈夫的御医还是安慰妻子，别担心签约费，自己会想办法的。他需要继续准备音乐学校的歌剧演出就好了。就这样，小英带着烦恼来到了学校参加排练，没想到忧愁的样子刚好被双浦环老师看到。双浦环笑着问小英遇到了什么事情。小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家里的财政遇到大问题了，丈夫新出的唱片完全卖不出去，现在还得赔偿唱片公司的天价签约费。可明明那首曲子没有任何问题啊，怎么就会卖不出去呢？小英说完，便从包里拿出了那张红碟唱片，想着让环老师听一下，指出缺点。没想到双浦环听完曲子后，却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然后拿起唱片询问这首《心爱的烧》功能不能给他来唱。面对双浦环的请求，御医差点原地跳了起来。唱片公司的瑞士知道这件事后也发出尖叫。第二天，他直接带着御医找到了唱片公司的社长。律师信心满满的表示，只要能搭上双浦环这层关系，唱片大卖肯定是没有问题啊。可社长却说，如果由双浦环来演唱的话，这首曲子就要改成蓝碟唱片来发售。听众倒是不会在乎这些细节，但是公司签约的蓝碟作曲家小山田老师可能会有意见。果不其然，小山田在知道这件事情后强烈反对，御医只能把这个遗憾的消息带了回去。没想到双浦环却不打算放弃，居然直接找到了小山田，询问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。小山田古板地说，蓝碟唱片是西洋音乐，御医只是一个红碟作曲家，怎么可能让他把曲放到蓝碟这边来发行呢？见完小山田后，双浦环直接让御医带着他去找日式摊牌，表示只要同意再发行一次《心爱的烧工》，到时候只要唱片大卖，所有的超额收益都会是日式先生的呀，抵得过他在公司这边做牛做马打工好几年了。双浦环的话让日式很心动，在心里一番衡量过后，日式决定赌一把。时间很快来到录制这天，双浦环演唱流行歌曲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唱片还没发售，公司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日式好不容易摆脱了记者纠缠，来到录音房，满心忐忑的是意中人。录制可以开始，随着轻快的前奏响起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双浦环身上。女人在事业和孩子之间应该如何选择？她不顾一切嫁给丈夫来到东京，事业刚起步却突然有了身孕，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这件事告诉丈夫。玉玉听后高兴到不知所措，在妻子的安慰下，她才逐渐冷静下来。玉玉询问小英学校那边该怎么办，小英知道这种情况下选择孩子，她只能退学。可刚到手的公演活动，她不想就此放弃，如果这次活动办得好，对自己后续进入唱片公司也有很大帮助。所以做妈妈和做歌手，她都不打算放弃。玉意全力支持妻子的想法，但还是特意叮嘱她不要逞强。第二天，小英到歌剧院进行茶花女公演的排练。排练一结束，她就立刻找到导演，说出来自己怀孕的事。众人惊讶的同时，也替她感到高兴。不过，听到小英想要继续完成接下来的公演的时候，挤满了人的房间却突然鸦雀无声。而听到这个消息的双浦环老师更是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离开现场。等到下午，小英再次来排练时，就听到同学们已经开始在议论，表示她怀孕，女主角就应该换人才对。而此时夏目也主动找到她，表示小英不应该那么自私，公演不是儿戏，也应该要考虑大家的付出。从学校回来后，小英心事重重。做晚饭的时候，她明显感觉到身体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旁边的御医连忙上前关心，可却被心情烦躁的小英一把推开，表示自己又不是生病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原来是小英的姐姐小英过来探望。在知道妹妹怀孕还在学校上学后，小英也很吃惊，可小英却说自己一定会坚持到歌剧公演结束的，而且也没有规定说孕妇就不能去上学啊。小英吼完这句话，抓起桌上的一个橘子就跑回屋内。
送完姐姐后，玉意赶紧追了进来，可安慰的话到了嘴边却开不了口。最后玉意什么也没说。隔天早上，小英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练声。这时双普环老师过来跟他打招呼，笑着说：“小英最近的声音有点跑调，得多加练习才行。”听到环老师的话，小英反而很开心，因为这些天只有他一个人会正常跟自己交谈。双普环说自己相信小英有成为一个专业歌手的梦想，但是所谓的专业，指的是就算肚子里的孩子有生命危险，也要选择站上舞台的人。这个问题，小英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海老师的话成为了压垮小英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这之后的2周里，小英变得愈发消沉了。学校的排练也全部请假没来。作为丈夫的玉一看在眼里，也很担心。可嘴笨的他实在无法理解妻子纠结的心情，只能找到佐藤几人发发牢骚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藤丸小姐一句话点醒了玉一。她觉得现在玉一眼里只看到了孩子。小英虽然是孩子的妈妈，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啊。她立志成为歌手，却步步受阻，现在肯定很烦恼。玉意身为丈夫，要多多体谅一下妻子内心的辛苦。听完藤丸小姐的教训，玉意连忙点头，然后告别众人回家，准备好好跟小英聊一下。可让玉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她查看了家里所有房间，都没有发现小英的身影。这大半夜的，她一个孕妇能去哪里呢？最后，玉意找遍了所有小英可能会去的地方，终于在音乐学校的琴房里找到了她。他心疼地走进房间，来到妻子身边，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开口。绿衣说自己是以作曲家的身份对声乐家的小英提出建议，他认为小英不该在这个时候参加歌剧公演，气息不稳将会是她致命的缺陷。这样唱出来的歌曲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失礼。小英听完直接给了绿衣一个大耳光，她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气息有问题呢？可每次想到这里，她就会深深的厌恶自己。她绝对不能失去这个孩子，但是心底的执念也让她不能放弃唱歌。这时，一蹲下身子抱住小英，安慰她先把梦想寄放在自己身上吧，她一定会小心翼翼保存好小英的梦想，等待有朝一日在舞台上面让她重新绽放。御医的理解让小英终于鼓起勇气跟自己和解。第二天，小英提交了退出茶花女演出的申请。双土环老师虽然很遗憾，但也能理解她，让小英不必内疚，选择安稳幸福而不是艰难道路是人的本性。小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无愧于心的选择而已。半年后的一天，挺着个肚子晒太阳的小英正在跟御医打闹，就在这时，她表情一愣，随即便让御医赶紧去请接生婆。这对小夫妻终于迎来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这是他离开乡下老家第3个年头了。借着帮家乡小学写校歌的机会，御医带着妻子和4个月的女儿回到了福岛老家。可来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他却犹豫不敢敲门。就在这时，房门从里面被推开，御医的母亲笑着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。再次相见后，这对母子都有些生疏。好在小英很聪明地说，孩子一直哭个不停，想拜托母亲哄一下，才打破了尴尬。这时，屋里面的三郎听到吵闹声也走了出来，结果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看到御医回来后，老父亲很高兴，不过很快就被旁边的小孙女吸引住了，甚至连进屋后也是紧紧抱着不肯撒手。三郎说，御医走后发生了挺多事情。半年前，家里的和服店也关了门，他的弟弟浩二现在去了农业推进科上班，也是一天忙忙碌碌到很晚才回来。不过能看到御医能出人头地，身为父亲的他还是挺开心的。晚上，三郎给御医举行了庆祝会，把街坊邻居都请了过来。期间，他还特意播放了那首由御医作曲的歌曲。随着双浦环慵懒的声音响起，晚宴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。酒足饭饱后，部分宾客陆续离场，御医也代替父亲来到门口致谢送客。小英则是去厨房帮忙，准备下半场的酒菜。没想到却发现了御医父亲身体好像不对劲。三郎说没关系，应该是刚才喝多了。说完便起身回去客厅继续招待客人。就在他还想继续再喝一点的时候，二儿子浩二下班回来了，可看到御医后，他马上变了脸色。夏西飞浩儿的话让现场气氛瞬间冷了下来，众人也没有继续喝下去，纷纷离场。第二天，御医找到了做饭的母亲，表示他们准备再待几天，这点钱就当做餐费和房租。没想到这个举动却被弟弟浩二看到，御医赶紧跟过去解释这是留宿费用，可浩二却说自己生气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哥哥离家多年了无音讯，回来后还让父亲去喝了酒。最后在御医的追问下，浩二终于告诉他父亲得了胃癌，时日无多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御医呆若木鸡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母亲喊来医生帮父亲做检查，医生叮嘱三郎这段时间得戒酒静养。等三郎睡着后，医生才告诉御医姐妹，他父亲现在也就吊着最后一口气了。医生离开后，御医找到父亲想聊几句，可进去后却不知道如何开口。这时三郎说自己想听御医吹口琴，御医有些难过的表示自己忘记带了。
时间就在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偷偷流逝。下午，父亲让御医陪自己出去走了一圈，在寺庙求签的时候，三郎让御医答应了自己一件事。回家后，小英匆匆找到御医，给他拿来跑了好几家商店才买到的口琴。御医感谢完妻子后，便拿着新口琴来到父亲房间，想着终于能够吹曲子给父亲听了。可这个时候的三郎却突然昏迷不醒，一家人就这样轮流守了3天3夜。看着眼前苍老到不成样的父亲，寓意心里很难受。从小到大，父亲虽然不怎么靠谱，但是一直是站在自己这边，不管周围人说什么，父亲都会袒护着自己这个大儿子。他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再醒过来，让自己尽孝道。就在寓意伤心落泪的时候，身边的三郎却突然出声表示，哭哭啼啼算什么男子汉。看到父亲醒过来后，寓意激动地喊了家人，可三郎却让他们先出去，自己有些话想要单独对浩儿说。三郎说自己很对不起他这个二子。他说完这句话后，吃力地坐了起来，然后很认真地对浩二说，自己死后你来主办葬礼。浩二继承了许多，姨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，这个家和这块地也都会由浩二来继承。洪都三郎表示，这件事情他已经征得了御医的同意，自己走后照顾好妈妈的任务也就交给浩二了。浩二听完后落泪不止，他说父亲总是口头约定一件事，所以当初才会被别人欺骗。可三郎却笑着说，浩二是不会骗人的呀。这时，屋外响起了一阵悠扬的口琴声。身为长子的御医天生内向，不会表达，只能将自己的不舍寄托在琴声之中。人生总有尽头。这天晚上，三郎安详地长眠于世。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，御医和小英告别弟弟和母亲，启程回东京。离开这片天空，突然飘雪。浩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自己准备开始种苹果，到时候种出好吃的再给他们送过去。可兄弟俩人都知道，下次再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了。据说每个人都会经历2次死亡，一次是物理意义上的生命终结，另一次是被所有活着的人遗忘之时。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阴间1年还会举行2次抽奖，中奖的灵魂能获得回到阳间驻足2天1晚的机会。年的名额被一个叫安龙的男人抽中，临走前阎王老哥给了他一根红色棒棒，叮嘱他时间到了折断就能自己回来，如果不折断就会留在人间，变成谁也看不见的游魂。来到人间后，安龙来到了女儿在东京的家，笑着说，小英生了个女孩子呀。小英乐呵呵地笑了一下，可下一秒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人不是自己10年前去世的老爹吗？把父亲请去客厅后，小英还没能回过神，她小心翼翼从窗户偷看，发现父亲正不亦乐乎地玩着女儿的小玩具。小英用力地给了自己一巴掌，确认不是在做梦后，才忐忑地走到父亲面前。安龙表示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见到自己，所以才想着过来看看小英过得怎么样。于是小英便带着父亲参观了房子，逛了屋子里的小院子，还有丈夫御医的工作间。这时安龙从口袋里面掏出一点零钱，让小英用这个钱去帮他买几串丸子。听到这句话的小英眼眶突然一下子就红了，以前跟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翻涌，她用力地抱住了眼前的父亲，久久不语。过了好一会后，恋恋不舍的小英才出门买丸子。等她回来时，发现父亲正在女儿的摇篮边上打盹。她轻轻把父亲摇醒，像个小孩子一样炫耀着手中被中叶包裹的丸子，只一口安龙就露出沉醉的表情，不停地对小英说，还是人间的食物好吃啊。小英笑着说，自己还担心父亲会掉入蒸笼地狱，或者被剪掉舌头。看来自己的老爹确实是个大好人嘛。听到这句话的安龙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告诉小英自己去看过那个当年被他救下来的孩子，他现在成为了一名乘务员。父亲的话让小英再次陷入了回忆，当年他上课上到一半，被老师喊起来说他的父亲为了救一个小孩被电车给撞了。那会小英心里真的很难受，为什么自己的爸爸要丢下家人跑去救一个陌生孩子呢？难道那个孩子比他们几人还重要吗？时至今日，再次听父亲提起这件事情，小英终于释怀了。就在这时，御医回来了，小英手忙脚乱想让父亲躲起来，安龙摆了摆手说，没关系，这小子是看不到他的。御医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的丸子，小英赶紧解释，马上就要到父亲的忌日了，所以买丸子的时候也给他烧了一份。御医拿起丸子边吃边问枫桥在哪边，然后便朝着安龙那个方向跪了下去，念念叨叨说着一些保佑的话。晚上安龙告别了小英，准备离开。今天他见了大女儿和二女儿，现在得抓紧去枫桥见见妻子和3女儿了。临别前，安龙给了小英一个拥抱，对她说了一句对不起，便离开了。等安龙来到枫桥时候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。他来到工具房，怀念地看着这一切，没想到差点被心思细腻的盐城师傅发现。安龙一个闪身躲到门外，结果却跟闻声而来的妻子撞了个正着。房间里，安龙把自己中奖的事情说了出来，
光子听完后很是激动，还拉着安龙跳了一段老年广场舞。平复完心情后，他告诉安龙自己遇到事情。他们的三女儿小梅最近很消沉，原因就是以前一起创作文学的好朋友拿了新人奖，而作为带她入门的小梅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。安龙听完微微一笑，表示这件事交给他处理就好。等小梅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安龙马上跳了出来，手舞足蹈想着吓一吓她，结果小梅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，还冷静地说幽灵什么的在文学世界里很常见。看到女儿心情很低落，安龙直接进入正厅，笑着说自己明天就要回去了，能不能告诉爸爸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呢？小梅推了一下眼镜，然后说自己很不甘心，这可是文学界的新人奖啊。可安龙却说和获奖没关系，重点在于小梅是否打心底认可他那个朋友的作品。有时候承认自己输了也很重要，接受自己的失败，人才会成长啊。小梅没有回答父亲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他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安龙乐呵呵地说，盐城师傅就是呀，因为在手艺上面没办法胜过他，自己才放弃做马具工匠，跑去专心经营生意的。这时小梅突然开口说，盐城师傅好像喜欢妈妈，如果妈妈和他再婚，爸爸会难过吗？跑到啥后？来死！父亲的话让小梅心底最后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她向父亲保证，从今往后会试着率直生活下去的。小梅说完后，用力地抱住了安龙，说了一句：“爸爸的怀抱好温暖啊。”告别完小梅后，安龙来到楼下，找到了在做晚饭的光子，心疼地说：“这10年来工作和养育孩子辛苦你了。”光子笑着摇头说：“没有的事情。”可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安龙把手搭在光子的肩膀上面，轻声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这次回来能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幸福，他觉得非常安心。离开前，安龙来到工具房，给盐城师傅留了一张字条。没想到盐城师傅看完后若有所思，然后拿起飞快地在纸上写下了一句回复的话。一个木讷的老实人是怎么度过一生的呢？他继承了死去父母的老书店，每天除了待在柜台收款，啥地方也不去。来还书的熟客大叔劝他多去外面转一转，至少像以前一样到他们店里面喝杯咖啡也行啊。可阿宝却说自己不喜欢出门，再说大叔已经把泡咖啡的方法教给他了，干嘛还专门跑去店里面喝呢？就在俩人闲聊的时候，一个穿着优雅的年轻姑娘走了进来。阿宝一开始还没当回事，结果下一秒一声尖叫就从书架那边传了过来，他赶紧冲过去查看，原来那个姑娘不小心被地上的书绊倒了。阿宝让她小心点，年轻姑娘赶忙回了句谢谢关心，不料这个直男却解释说是让她小心点，别弄坏书了。这时有些尴尬的姑娘只能扭头从地上拿起一本书，笑着说这是吴贝是猫的第一版。没想到这句话却让阿宝吃了一惊，连忙询问他连底页都没看，怎么知道是第一版的呢？晚上独自吃饭的时候，阿宝又不自觉地想起了下午那个姑娘说过的话，想到自己看了7年的书店，结果却连一个女生都比不过阿宝，气得饭都吃不下了。在那之后，每周4的下午，阿慧都会到店里面来看书。一开始阿宝觉得也没什么，可当有一次周4阿慧没来的时候，他的心里突然空荡荡的。熟客大叔笑着问他怎么那么晚了还开着店，是不是在等着人家姑娘？阿宝连忙凶巴巴地说自己刚好在整理书籍而已。时间就这样过去了3个月。这天阿慧对阿宝说，每次一来店里他的心就会沉静下来。阿宝笑了笑，却不知道怎么接话。可等阿慧借完书离开后，他突然有种失落的感觉。熟客大叔笑着让阿宝赶紧行动啊，难道他还真的想单身一辈子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红色西装的小男孩出现在阿宝面前。大叔说这是他亲戚家的孩子，刚好来这边玩。小男孩很有礼貌地跟阿宝打了招呼，然后很认真地开始对他进行指点。听到这里的御医赶紧打断阿宝的回忆，询问那个男孩是不是戴着一个蝴蝶领结。阿宝点头说好像是戴了，那就没错。御医此时说道，小男孩就是之前来过店里的佐藤久志。想不到他俩在10多年前就见过面了。这时阿宝也笑着说，那个小男孩可是他们的爱神丘比特。那天他毕恭毕敬把佐藤请到屋子里，佐藤问他是不是喜欢人家姑娘，阿宝很认真地说喜欢。可佐藤却说宝叔叔在生活中一直蒙蔽着自己的内心，既喜欢自己独处，又钟情人家姑娘，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后果就是什么也得不到。佐藤站起来继续说，该出手时就得出手，不如先试着约对方下馆子吧。阿宝连忙点头答应。此刻的他已经把眼前的男孩当成救命稻草了。于是几天后，趁着阿慧来店里看书，阿宝端来一杯自己亲手研磨的咖啡，鼓起勇气想要约他下馆子，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下盘期怎么样哭。晚上阿宝还在绞尽脑汁钻研期，可旁边看书的佐藤却说他俩实在太迟钝了，
自己在会小姐回去时，就注意到她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个戒指。佐藤喝了一口果汁，然后说在国外有男士赠予女生订婚戒指的习惯，宝叔叔喜欢的女生估计已经被人求婚，如果他再不行动的话，就真的要失去会小姐了。可阿宝却心如死灰地说，他都已经和别人订婚，自己还有必要行动吗？没想到这个时候佐藤却说有必要。佐藤的话让踌躇不前的阿宝终于下定决心，跨出那道一直只顾着自己的店门。这时候玉意连忙问阿宝结局怎么样，对面的阿慧白了他一眼，然后表示自己来给他们演示一下。当时他和男同学走在路上，阿宝突然跑到俩人面前，结结巴巴的给他来了一段蹩脚表白，顺便还求了个婚。后面的结局大家应该都猜到了。阿慧笑着说自己其实不知道无名指戴戒指有订婚的意思，只是因为觉得好看就戴着。如果当时阿宝没有出现在他面前，也许俩人现在已经错过彼此了。结婚后他们的生活安定了下来，在东京这个小角落里开了这家咖啡店，平平淡淡，偶尔泛起波澜。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啊！我们总在抱怨事情难做，结局已定，可不迈出第一步，不坚持到最后时刻，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改变？就像小佐藤说的一样，人生的岔路口总是骤然而至，此时付诸行动，一切都能改变。一个普通孩子是怎么喜欢上唱歌的呢？爸爸给他找了个年轻漂亮的新妈妈，可佐藤却一直不是很喜欢她，甚至在女人问他去新学校有没有交到朋友的时候，佐藤也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林子阿姨，不用你管。听到这句话的爸爸马上变了脸色，呵斥儿子应该叫妈妈才对。结果佐藤直接放下筷子，拿起书包跑去上学。今天的音乐课是全班同学一起合唱，下课后腾腾老师喊住了佐藤，表示这首歌他唱得特别好，要不要在这次的家长见面会上试着独唱一小段。腾腾老师说完就低头翻书，想告诉佐藤唱哪一段，结果一抬头哪里还有那个小子的身影。从学校出来后，佐藤径直回了家。自从3年前父母离婚后，他就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就在佐藤又拿起妈妈的来信反复阅读之时，家里的佣人拿着他的衣服走了进来。佐藤赶紧把那封信藏到本子下面，可却被这个女佣人轻而易举找到了，还叮嘱他要藏的话也要藏在安全一点的地方，不然被老爷发现，自己也会跟着受罚的。被发现秘密的佐藤像被踩中尾巴的小猫，张牙舞爪质问他的妈妈到底去了哪里。女佣人无奈地说，都3年了，小少爷你也要学着长大，成为出色的继承人了。听到这句话的佐藤直接从家里面跑了出去，跟着信封上的邮戳来到了福岛的庭美山。在经过不断问路后，他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现在的住址。可当佐藤满怀忐忑敲开那扇木门的时候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却告诉他，马友小姐已经搬走了。失魂落魄的佐藤来到街边，反复翻看着手中那封信。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女人从身边经过，正是他的生母马友。佐藤兴奋地追了过去，结果却看到妈妈从一个男人手中接过一个小女孩，脸上还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看到这一幕的他，直接将手中的信撕成碎片丢到地上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而此时在佐藤家里，林子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孩子回来。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在窗户上面，就像他现在不安的内心。佐藤没有回家，而是跑到了学校的教室，结果刚好被巡查的藤堂老师发现。藤堂老师帮他把淋湿的外套披在椅子上面，细声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佐藤却摇了摇头说没什么。看到这个男孩不想回答，藤堂老师也不再勉强，而是开始在他面前唱歌，唱的正是那首课堂上合唱的《故乡》。再等回去，藤堂老师笑着说，佐藤的声线真的很好听，这就是属于他的才能啊。说完便让佐藤站到自己身边，让他再一次大声唱一遍。也是从这一天开始，佐藤就喜欢上了唱歌。可年少时的热爱并没有成为他长大后的必杀技。从音乐学院毕业后，佐藤一直高不成低不就，这是寓意签约哥伦布唱片公司的第5年，也是佐藤毕业后的第4年了。佐藤觉得这世上真的没天理，自己这么优秀的千里马居然还没有遇见伯乐。这时好友御一从包里面掏出一张海报，表示他们唱片公司那边正在招新人，只要通过海选就能发唱片。可佐藤却表示自己不会去的。当初御一那首福岛进行曲就是因为哥伦布唱片公司没给他演唱，最后的销量才会那么惨淡。而且海报上面说的包出唱片是红蝶的流行歌曲吧，自己可是学习专业歌剧的人，怎么可能沦落到去唱这种没啥技巧可言的流行音乐呢？御一赶紧解释，流行歌受众人群广泛，现在佐藤缺的就是这样一个能走入大众视线的机会啊。说到这里，御一和大将眼神交流了一下，然后便拿起乐器拉着佐藤来到了一家居酒屋，向客人表示他们是来卖唱的。结果御一这边刚收到客人点歌，佐藤那边就直接开枪，用歌剧美声秀了起来。在客人的谩骂声中，3人被轰了出去。好在去第2家店的时候，御一就有经验了，直接让佐藤演唱他写的那首《心爱的》，烧功就好。果然男生版本成功的虏获了在场客人的芳心。
佐藤演唱结束后，掌声还是滔滔不绝，停不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位父亲带着儿子走到他面前，男人很认真地跟佐藤道谢。听完歌曲后，他们真的很感动。这时，小男孩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块钱，然后郑重地放到佐藤手上，说了一句“谢谢大哥”，便和父亲离开了。看着手中这个很普通的硬币，佐藤用力攥紧，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别人的认可。回到大酱的关东煮摊位后，三人都很开心。这迟疑问他后面的故事怎么样，佐藤面露回忆说，那天雨停之后他就回了家，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林子阿姨，满脸着急。当时林子阿姨没有说任何责怪的话，反而抱着他嘘寒问暖。从那天起，自己就接受了这个新妈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最应该感谢的人其实是腾腾老师。佐藤的话让身边2位好友都感同身受。玉怡笑着说，自己也想听佐藤唱一次《故乡》。没想到佐藤却打趣的表示，自己可不会白茶。旁边的大将赶紧从锅里面给他加了2块鱼肉，山芋饼。玉一也识趣的帮他把酒倒满。看着身边2位志同道合的好友，佐藤轻声唱起了那首童谣《故乡》。一个作曲家成名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靠着那首被双浦环唱火的心爱的烧工，玉一这几年过得还算滋润，至少唱片公司这边已经不会再给他太大压力，而且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粉丝跑来合照，也算让他过了一把明星瘾。而玉一的妻子小英也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妈妈。面对已经4岁、性格越来越调皮的女儿小花，她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威严存在的。这天，公司的瑞士把玉一找了过来，表示哥伦布唱片决定举办一场新人选拔比赛，他准备让玉一负责新人的出道歌曲。从唱片公司出来后，玉一马上找到了佐藤，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后，终于说服了他去参加这次新人选拔。玉一信心满满的说，要是佐藤能够通过甄选，到时候他们3人一个作曲，一个演唱辅导3节，称霸东京乐坛的梦想指日可待。既然答应了玉一要去参选，佐藤也是认真了起来。第2天就跑到咖啡馆写简历贴照片，玉一让他别太晚，可佐藤却表示长得帅也是麻烦，无论哪个角度看都是帅的掉渣。眼看佐藤这边是说不通了，玉一只能回到唱片公司找到日式，想着打听一点选拔赛的内幕消息，结果差点被这个警惕的老男人当成帝国唱片的间谍。晚上，玉一来到大酱的关东煮摊位，说起这件事情，没想到佐藤却让他不要担心，自己一定是那个万里挑一的天选之子。隔天，玉一带着他来到哥伦布唱片公司提交简历，2人碰巧又遇到了日式，玉一赶紧向他介绍佐藤是自己的朋友。日式定睛一看，这个小子不就是上次录制《心爱的烧工》时在录音室差点跟自己吵起来的那飘飘衬衫男啊！看到日式面露不悦，玉一连忙当起了和事佬，表示佐藤可是正经声乐科班出身的音乐精英，这才让日式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。不过还是说，玉一想推荐谁参加甄选都随便，但是落选的时候也别怪他就好。就在2人还在唱片公司跟玉式扯皮的时候，咖啡厅里带女儿的小英也遇到了熟人，正是他之前在枫桥的声乐老师玉守喜。一番激动的寒暄后，小英问玉守喜怎么突然过来东京了，没想到玉守喜说自己准备参加哥伦布唱片的，争取不限年龄、不限性别、不限经验。当时在报纸上面看到这个消息后，他就心动不已，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选拔呀！就在这时，一带着佐藤走了进来，看到玉守喜出现在咖啡馆里，他也很吃惊。Tommy Tigers， 浓浓的火药味在2人之间弥漫，看得玉一和小英都目瞪口呆，甚至连晚上在玉一家吃饭的时候，佐藤和玉守喜也是特意分开用餐的。参加海选这几天，小英让玉守喜干脆住在他们家算了，省钱不说，还能跟玉一讨论下音乐问题。玉守喜没有拒绝，答应了下来。他已经做好了打败佐藤的准备。时间很快到了，哥伦布唱片公司书面审查结果的发表，日一和小英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送报小哥。在看到佐藤和玉守喜都入选后，夫妻2人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晚上，玉一告诉佐藤，这次海选总共有800人参加，就算通过第1轮书面审查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佐藤虽然嘴上说着毫无压力，可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早上都会来到玉一家里练歌。没想到刚好遇到了同样在练习发声的玉守喜，于是一场红绿大战一触即发。为了把好朋友送进唱片公司唱歌，这个作曲家可是煞费苦心。海选第1轮刚出结果，玉一就找到负责人打听消息，可日式却告诉他自己不会放水的，他那个朋友能不能行，到时候现场演唱完再决定。不过这一次入选的选手实力都很强悍，更别提还有个人气很高的美男子也在。回家后，玉一马上把佐藤跟大将喊了过来，表示这次入选的选手履历看着都好吓人，特别是那个父亲是帝都广播会长的樱田雄次郎。玉一说话的时候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下，很快他就写好了一首曲子。
然后拿到佐藤面前，信心满满的说等甄选那天就唱这首。他已经从浴室的女助手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消息，这首歌跟唱片公司年会上演唱的歌曲风格很接近，不过寓意也只能帮佐藤到这一步，剩下的就要看他自己的实力了。时间很快到了最终甄选当天，录制间里6名评委翘首以盼，御医也特意申请了现场旁观。第一位上场的是帝都广播会长的儿子熊次郎，随着一阵轻快跳跃的钢琴声前奏，这个由头小生开始演唱。一曲唱罢，评委纷纷露出满意的表情。第二位登场的是一名车站乘务员，众人一开始还不以为意，不料小胖子一开口还真有2下子。第三位登场的是一个73岁的老头，律师看到后马上跟女助手吐槽，本子上怎么写的是23岁？这种老头子不是过来捣乱的吗？结果下一秒又被啪啪打脸。女方唱到我登场，很快轮到佐藤出场演唱。在御医和藤丸小姐的疯狂打气中，佐藤信心满满开始了今天的演唱。果然，根据喜好写出来的曲子就是不一样。几个评委听得连连点头，意犹未尽。还在佐藤后面上场的是小樱的声乐老师玉守喜，他演唱的是御医的成名曲。清爽的男声马上将现场2位女生给吸引住了。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收尾，玉守喜结束演唱，优雅离场。时间很快到了结果公布的日子，御医和小樱一大早就在家门口等着报纸派送。在看到入选那个人的名字后，夫妻俩人都露出奇怪的表情。被选中的正是那个唱得很一般的熊次郎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佐藤和玉守喜都接受不了，直接跑去哥伦布唱片公司要解释。女助手珊珊心虚地说这是上面拍板的。听到这个理由，俩人当然不肯接受，转身就要去找唱片公司的社长说理。就在这时，入选的熊次郎突然出声表示，败家犬就没必要在这里无能狂吠，丢人现眼了吧。听到这句话的玉守喜还没发火，旁边的佐藤就忍不住了，直接跑去跟熊次郎拉扯，结果却被这个二代一拳打倒在地。回到咖啡店后，众人虽然很愤怒，但也拿那个熊次郎没啥办法。大将笑着说，佐藤以前不是遇到事情都溜得最快吗？怎么这次却没有选择逃避呢？寓意也表示他对佐藤另眼相看。佐藤笑笑没有说话，当时他脑子一热就上去帮玉守喜梳头。不过离开的时候，唱片公司的日式却喊住了他，表示虽然佐藤没被社长他们选中，但是日式这边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，就是作为实习生来进行签约。虽然一开始只是给公司唱唱小样，给新人拿包，可做得好的话也有机会能出道。佐藤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是玉守喜却告诉他不能拒绝。作为声乐老师，他知道这种机会真的不多，他相信佐藤很快就能超过那个熊次郎。最后在众人的劝解下，佐藤终于答应先试着从实习生做起。结果入职当天却听到了一些内幕消息，原来熊次郎能入选真的是靠他那个老爹。社长的选择日式没办法拒绝，只能警告这个二代做事认真点，到时候唱片没办法大卖，他们会马上解约的。从唱片公司出来后，佐藤马上找到御医，本来想着告诉他这个消息，结果看到御医那首已经写完的出道曲，他的脸色马上就难看了起来，嚷嚷着要御医再写一首这种好曲子给那个熊次郎演唱，简直就是暴殄听。就在几人抢乐谱的时候，一个浑厚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，御医见状只能先去开门。帅气小伙带着纳豆登门拜访，想让作曲大师御医能收自己当徒弟。这时蹭饭的佐藤问他平时有没有写过曲子，五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有，自己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御医老师的歌曲，觉得旋律和意境都非常棒，所以特意过来想要跟着老师学习作曲的。御医虽然很高兴有人认可自己，但还是来到里屋跟小樱商量了起来。小樱叹了口气说，御医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了吧，这些年大热的歌曲只有一首，而且如果御医想收五郎当徒弟，他们总得管吃管住吧。小樱虽然也觉得五郎可怜，但是现实却让夫妻俩没办法帮他一把。最后御医出面婉拒了五郎拜师的请求。然而年轻人嘛，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，哪有那么容易放弃。从第二天开始，五郎每天早上都登门拜访。在连续熬了1周后，御医一家终于还是先熬不住了，他让一身怪味的五郎先去屋里面洗个澡再说。趁着五郎洗澡的间隙，小樱询问御医准备怎么教学生。御医一脸自信地表示没问题，自己怎么也是懂一点音乐理论的好吗？在书房里，御医很认真地问五郎为什么会来找他当老师。五郎说自己从小就被父母卖掉，现在是从做工的东家那边逃出来的。每每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是御医老师的音乐让他燃起希望。也许是看出御医脸上的顾虑，五郎连忙说自己不占老师家粮食的，只要吃路边的野草就能度日，也不需要房间和床被，晚上睡在老师家的后院就行了。看到五郎诚恳的模样，本性善良的御医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把五郎收入自己的门下。结果他这边刚答应下来，小樱就急匆匆把他拉了过去。原来他的妹妹小梅获得了杂志的新人奖，
想要过来他们家借住一段时间。到时候两个年轻人突然同处一个屋檐下，真要发生点什么故事也不好说呀。最后小英只能同意了御医的决定。吃饭的时候，五郎也不客气，一碗接一碗的大米饭，看得同桌的小梅一愣一愣，饭菜都没吃完就跑回楼上。第二天，御医就开始了自己的带徒之路。他先是沉吟了好一会，然后拿起铅笔在纸上飞快书写，很快一首曲子的初稿就完成了，看得旁边的五郎目瞪口呆。御医表示，作曲的基本流程大致如此，只要脑海中有灵感，然后再稍微加一点点细节，曲子唰的一下自己就会出来的。一头雾水的五郎连忙上前问他是不是漏了什么美甲。御医认真的说，不要用脑子去思考作曲，要用心去感受的。果然在他的一番指点后，五郎兴奋地说自己感受到。很快他便拿着写好的曲子给御医老师查看，可御医看完后眉头却皱成一团。五郎做的曲子跟赤诚的摇篮曲一个调调啊。休息的时候，五郎就帮着御医带女儿。说来也奇怪，小华好像还挺喜欢这个五郎叔叔的，可俩人玩耍时的吵闹声却让楼上写作的小梅很痛。被打断灵感的她直接怒气冲冲跑下了楼。为了让五郎和小梅能熟悉一点，夫妻俩决定给他们举办一个欢迎会，地点就选在了大酱的关东煮摊位上。结果几人刚碰完杯，天生内向不爱说话的小梅就端着碗跑去，边上就在气氛越来越尴尬的时候，走通过来了。这小子一到场就注意到了躲在角落里的小梅，在知道她是小英的妹妹后，佐藤直接跑去她面前开始自我介绍起来，期间还夹带了几下屡试不爽的电眼绝招。没想到小梅对此却不是很感冒，还天真的问佐藤眼睛里是不是进了脏东西。相信天赋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他克服困难拜入作曲大师门下，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作曲家。可御医却发现五郎写出来的乐谱都是拼凑的。在连续几次交稿都被御医打回来后，五郎的心态开始崩溃了。他问御医自己作曲的时候，也学着老师在脑海中回想，可最后蹦出来的都是以前听过的歌曲。五郎的话让初为人师的御医也很头疼。他从小到大都被各种各样的音乐熏陶着，虽然想灵感的时候有重复的部分，但是写出来的时候会自行过滤，排列成新的旋律。可当御医把这些话告诉五郎的时候，他却说自己听不懂，最后一个人跑去外面透气了。就在这时，小英的妹妹小梅从外面回来，她犹豫着问了姐姐一个问题：如果登上了梦想顶峰，却发现风景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，要怎么办？小英很认真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原来昨天小梅去参加了文学新人奖的颁奖仪式，结果却被以前的好朋友冷嘲热讽，甚至连主办方的人都说她的可爱外表是一个卖点，这让小梅一直坚信文学是神圣的信念彻底动摇。当时她落荒而逃，结果不小心摔倒在地，是帮忙过去拍照的五郎帮她出头的。小梅说完这件事情后，心情低落地打开鞋柜，准备把刚脱下的鞋子放回去，结果却看到自己昨天坏掉的那只木屐已经被修好了。小英笑着说是五郎修好了，便去做饭。晚上御医家里有2个人的房间一直是亮着灯的，一个是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曲子的五郎，另一个是为第2本书如何开头发愁的小梅。2人就这样在楼下的厨房相遇，看到小梅出现，五郎有点局促不安，说了一句抱歉后便溜回书房。很快小梅就端着茶水敲响了五郎的房门，感谢他帮忙修好自己的鞋子。但是五郎天生有点木愣，不会接话，于是尴尬的气氛慢慢在2人之间弥漫。小梅问他是不是遇到了烦恼，五郎犹豫了许久，然后告诉小梅自己其实完全写不出曲子，他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御医老师。小梅安慰他说自己也曾因为沮丧差点放弃写作，不过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他觉得自己待人冰冷，为人还无聊透顶，所以有文学相伴也就知足了。听到这里的五郎突然插嘴询问小梅：“小姐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”五郎的话成功把小梅给吓跑了，甚至第2天早上也没下来吃早餐。看不到小梅身影的五郎突然失落了起来。晚上五郎或御医喝得醉醺醺回家，目睹这一切的小华对梅姨说：“五郎哥哥好像喜欢你，白天的时候自己还看到他拿着你写的书翻来覆去的看着。”小梅听完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过了许久后，她端着水杯到五郎睡觉的书房，果然看到了被褥旁边自己写的那本小说。就在这时，五郎突然坐了起来，然后直勾勾地看着小梅。他告诉小梅小姐自己很喜欢她写的那本书。五郎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，但是小梅不一样，她拥有创作优秀小说的天赋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珍视自己啊！五郎说完这句话就倒了下去。不一会，一阵有节奏的鼾声便响了起来。第2天，小梅找到了御医的好友佐藤，她先是东拉西扯了一会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询问佐藤自己好像不对劲。她本来寻思着以后靠写小说独自生活下去，可现在一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，心头就会为之一紧，在意的不行。经验丰富的佐藤马上表示小梅这是恋爱了呀。而此时的五郎正帮着御医老师到唱片公司拿文件，
唱片公司的律师问他在御医那边学习的怎么样了，可五郎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律师告诉五郎，这一行拼的就是天赋，技巧有时间可以学，但是天赋可没地方给你修，没有天赋的人是没办法吃这碗饭的。律师的话虽然残忍，却很真实。心灰意冷的五郎来到御医老师家附近，发呆叹气。就在这时，路过的小梅发现了他。听完五郎烦恼的原因后，小梅问他是真心想吃音乐这碗饭吗？他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想活成什么样子。就像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天赋，但是文学就是他心目中的太阳，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没有写作天赋也无所谓。小梅说完这句话后，走到五郎身前，认真的对五郎说，他并不是一无是处的。年轻小伙来到作曲大师家里求学，结果曲子没学到，却意外收获了一个女朋友。饭桌前，五郎和小梅相并而坐，向寓意夫妻俩坦白了一切。看到俩人心意已决，寓意也没有反对，只是叮嘱五郎，既然没心思继续作曲，那就得赶紧找一份工作，总不能让自己的小姨子跟着你去睡狗窝、吃野草吧。没想到小梅却说自己已经有计划，她准备让五郎跟她一起回枫桥，跟盐城师傅学习制作马具。小梅说完，看了一眼旁边的五郎，有些羞涩地说，等盐城师傅认可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工匠后，自己才会选择跟他结婚。几天后，小梅就带着五郎回到了枫桥老家。对于这件事，最开心的莫过于他的母亲光泽，毕竟家里的马具店总要有男人来继承家业吧。而有了五郎这位知己后，小梅的文学创作之路十分顺利。不久后，第二部作品就成功出版，全国发售。时间的车轮一直在向前行驶，每个人都不过是列车上的旅客。眨眼间10年就这样过去了。现在的御医在 NHK 广播协会工作。自从和这个叫池田的编剧相识后，他的事业就进入了稳定的上升期。俩人合作出版的广播剧《钟鸣山丘》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爆款。刚开始是每周6日播放2集，但随着想要增加播出集数的要求，纷至沓来。半年后，该剧改为从周一到周五每周播出5集，延续至今的晨间剧正式起源于此。这天，寓意和大将回到哥伦布唱片公司帮忙录制小样，没想到却遇到了曾经的好友藤丸小姐。藤丸看到俩人很是开心，一番寒暄后，他面露迟疑，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把寓意和大将带到了一个地方。昔日的翩翩美少年，如今却变成了一个不修边幅的流浪汉，甚至还当着御医和大将的面跟藤丸小姐吵了起来。御医赶紧上前劝说，然后把藤丸小姐先带到自己家里。藤丸小姐说，半年前自己在黑市看到了佐藤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这副模样了。听说他在福岛老家的房产被低价征收，父亲也因为这件事情去世。无家可归的佐藤流浪到了东京，过上了整天酗酒赌钱的生活。藤丸说自己找到后便经常做饭去救济，可佐藤却好像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。他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找到寓意商量。寓意赶紧安慰藤丸小姐别担心，自己明天就去找佐藤好好聊一聊。可等第二天寓意来到黑市的时候，佐藤却一直沉迷麻将，不想见他，直到天黑，寓意都没能和他说上一句话。回到家后，小英安慰丈夫慢慢来，她相信时间能抚平一切伤痕的。这些日子，寓意当好为高校棒球大会作曲，在参观完甲子园的比赛场地后，寓意灵感尽发，直接在投手球上就完成了大赛的曲。小英轻声吟唱后表示非常棒。寓意说这首歌他希望能给佐藤来唱。夫妻俩都觉得想要让佐藤重新振作起来，需要一个契机，而音乐就是打开他心扉的那把钥匙。可等寓意再次来到小破屋拜访佐藤的时候，却结结实实吃了一个闭门羹。须知少日拿云志，曾许人间第一流。10年前的他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歌手，如今却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烂赌鬼。面对昔日好友送上门的唱歌邀请，佐藤再次选择了无视。可白天才把寓意给赶走，晚上大将又找了过来，开口质问他自甘堕落，难道良心不会痛吗？佐藤说做人不能太死板，自己现在游戏人间也不坏啊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看到曾经优秀的好朋友，现在却像一滩烂泥，彻底摆烂。大将直接和他干了起来，可这一次佐藤却连反抗都不会，任由大将打骂都不还手。第二天，寓意还在睡觉就被敲门声吵醒。藤丸小姐急匆匆地说出事了，早上自己去给佐藤送早餐，发现他不在家里，会不会是昨晚吵架后想不开呀？寓意赶紧安慰他别着急，便出门寻找，结果找遍了黑市的所有角落，都没有发现佐藤的身影。最后在一个跟佐藤玩牌的牌友口中，终于打听到了一点有用的线索。事不宜迟，寓意马上坐火车赶去了福岛，终于在佐藤家仅剩的那间老房子里面找到了他。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是寓意，这个满脸病态的男人明显愣了一下。佐藤说人心真是恐怖啊，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总为身边人考虑，如今周年忌日却冷冷清清，无人来祭拜。
当初自己年轻那会，如果不任性去东京学音乐，也许就不会遇到现在这些事情了。佐藤觉得是自己害的父亲，死后还被人议论，受尽苦难，所以才放弃唱歌，一蹶不振的。为了让昔日好友重新燃起生的希望，寓意把他从福岛带回了东京。可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拯救佐藤呢？这个问题连续困扰了御医好几天，甚至连上班的时候也经常走神。看出御医心不在焉的池田问他是不是在想女人，御医赶紧解释自己有一个发小，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，现在歌也不唱，整天只知道喝酒赌钱。听到这里的池田突然问御医：“那个人不会是佐藤吧？会唱歌，而且还和你是发小，不就是当年那个很出名的佐藤久志吗？”被同事猜出来后，御医也不隐藏了，他很认真地请求池田老师帮忙去开导一下佐藤吧。于是池田一下班就跟御医来到了佐藤这里。既然佐藤那么喜欢赌钱，自己就跟他赌一把。池田说，如果丢出来的是偶数，就把钱包里的钱全部给他；如果是奇数，佐藤就请他吃一碗面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就将手中的骰子丢入碗中，不出意外开了个奇数。失恋的时候，池田说御医太单纯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拉朋友一把。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也没有遇到一个能称得上是好朋友的人。他说完后还自嘲地笑了一下。第二天御医来上班，马上问他开导的怎么样了。结果池田老师直接拿出一份刚写的歌词递给他，让御医告诉佐藤，唱完这首歌后记得10倍奉还。晚上御医拿着这份歌词找到了佐藤，只要佐藤同意，他今天晚上就能做出曲，明天就能录制。佐藤一直盯着那份歌词，久久不语。就在御医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说可以。当天晚上，御医连夜把曲子写了出来。第二天，藤丸如约把佐藤带到了哥伦布唱片公司的录制间，结果演唱的时候，佐藤却出了岔子。太久没唱歌，导致他不知如何开口。佐藤觉得自己的嗓子就像被水泥封住一样，无法发声。好在御医和藤丸小姐一直安慰他不要着急。第二次录制的时候还算顺利。录制结束后，御医马上找到了大将，他兴奋地说佐藤的唱功还在，接下来他准备推荐佐藤去唱棒球大会的主题曲。只要这一次能成功，他相信佐藤一定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的。可等于一和大将来到小破屋的时候，却看到佐藤正从藤丸小姐手上抢酒喝，大将一把抢过酒瓶，怒斥佐藤再这样喝下去身体会垮掉的，到时候唱不了歌怎么办？没想到佐藤却笑着让他不要多管闲事。他之所以会答应唱那首歌曲，不过是因为现在需要钱而已。佐藤的话直接把大将和藤丸小姐给气走了。很显然，他们对这滩扶不上墙的烂已经彻底失望。可御医却没有马上离开，这一次他就算是死，也一定要把佐藤从这个泥潭地狱里拉出来。因为父亲去世，他自甘堕落，变成烂赌鬼。可周围的好友却拼了命，想把他从生活的泥潭里拉起来。为了能让佐藤拿到演唱机会，御医特意找来负责高校棒球大赛的大仓，表示想推荐一个朋友来演唱这次的主题曲。可大仓却说，上头一开始是反对御医先生来作曲的，后面是经过自己反复争取，高层才勉强同意。现在御医先生还想推荐好友来演唱歌曲，说实话，真的让他这边很为难啊。御医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，最后还是恳求大仓能够再帮他一次。这次演唱真的关系到好友佐藤的人生。第二天，御医就去黑市找到了佐藤，表示自己已经推荐他来演唱这次棒球大赛的主题曲《荣光因你而闪耀》。佐藤依旧表情冷漠地说：“御医真是纠缠不休啊。”可御一面对佐藤的嘲讽，却还是满脸微笑。最后，他把乐谱留在好友脚边就离开了。当天下午，佐藤就拿着那封乐谱来到御医家里，开门的是御医的女儿小华。小英看到后，赶紧把佐藤带到客厅表示玉英应该马上就要下班了。没想到佐藤却说自己只是来还乐谱的。小英有些疑惑地问他为什么不想唱，佐藤表示自己不想被人同情，别人来唱这首歌曲不也可以吗？这时小英笑着说，当时大赛主办方的大仓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可御医却一直坚持推荐你来唱这首歌曲。小英记得那天御医不断的恳求，最后大仓先生被他打动，回去说服了上司。御医是从心底里相信曾经作为歌手的你啊。小英认真地告诉佐藤，这并不是同情，而是寓意对他歌曲的喜爱。就在这时，寓意回来了，看到佐藤出现在自己家里，他也很意外。佐藤说寓意写的这首歌曲很棒，但是现在的他却演唱不出来。之前那首深夜的街道是因为歌词跟自己的现状高度重合，但是棒球大赛的这首歌洋溢着希望，他实在想象不出自己唱这首歌的样子。知道佐藤的顾虑后，寓意没有嘲笑，而是让他现在跟自己去一趟甲子园。于是俩人晚饭都没吃，连夜跑去坐火车，终于在隔天早晨赶到了位于兵库县的甲子园。寓意说，负责作词的多田先生在16岁比赛中受伤，导致腿部截肢，失去了朝甲子园迸发的资格。在经历内心的苦痛煎熬后，多田写下了这篇歌词，说自己能做到的就是替前途无限的年轻人加油。寓意觉得多田先生经历过绝望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歌词。
而佐藤的经历和多田先生差不多，他相信有些东西只有跌入过谷底的人才能传达出来。寓意说完这段话后，跑向场地中间，他希望佐藤能和他一起把多田先生的梦想剧笑话，为所有前途无限的年轻人送上声援。寓意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棒球，高高举起，然后用力地丢向远处的佐藤。看着棒球上写着荣光因你而闪耀的歌迷，感受着传递而来的友情羁绊。佐藤突然觉得自己心里面某些东西正在悄然苏醒，他紧握着那颗棒球，缓步走到头，手丘挺直，身板面朝一，开始轻声吟唱。佐藤的歌声从一开始的微微颤抖，到最后的无比坚定，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年轻小子，经历过一场场比赛的洗礼，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。时至今日，这首经典歌曲还在被传唱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对无数次低谷，而每一次的重生都将让我们更加强大。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生命的坚韧真的远超你想象。从一个懵懂无知的懦弱少年，到名声大噪的作曲大师，他用了整整30年。如今的御医已经40出头了，期间他不仅拯救了好友佐藤的人生，见证了他和藤丸小姐的爱情，还帮妻子在教堂举办了一场歌唱会，圆了他重返舞台的音乐梦。岁月真是不饶人。现在每天早上，御医都会在家里的院子里做体操，然后再到NHK 广播电台上班。他和编剧池田共同创作的连续广播剧《请问方明》在当时反响强烈，甚至广播播出的周4晚上8点半还出现过万女空澡堂的现象。这部广播剧一直播放到了1954年的4月。在此期间，御医为《请问方明》所做的乐曲多达500首，可纵使广播剧已经完结，御医依旧忙得不可开交。他每天都会在第1张桌子帮池田的新剧配乐，在第2张桌子创作歌谣曲子，在第3张桌子创作电影主题曲或电视剧背景音乐，期间还会见缝插针写一写校歌和社歌。这一时期也是御医作曲家生涯的巅峰期，基本上只要是他写出来的曲子都会被广为传唱。父亲这边事业有成，女儿那边也开始开花结果。去护士学校实习的小华邂逅了一个在乐队担任主唱的男生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小华决定带阿明来见家长。看到女儿找到意中人御医，夫妻俩都很高兴。小英更是拿来了母亲留给她的遗物，让2个小年轻当着他们的面许下承诺。不久后，小华和阿明便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。在一番热烈歌唱后，老父亲御医上台讲话。此刻的他内心有祝福，也有不舍。御医说自己还记得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在妻子的喊叫声之后，卧室里面传来了小小的哭泣声。时光飞逝，如今小华已经到了要嫁人的年纪了。有小华这么一个女儿，御医觉得是自己作为父亲的福气。结婚后，小华便搬到了丈夫那边，而这栋承载了许多回忆的老房子也多了一份寂寞。5年后，御医接到了给奥运会作曲的任务，虽然离截稿日期还有1年，但是哪个优秀的作曲家不脱稿呢？奥运会开幕当天，御医也是急急忙忙，最后在小英的陪伴下来到会场，夫妻俩共同见证了这场精彩的体育盛宴。奥运会结束后，御医收到了一封来信，是已经去世的小山田托人带给他的。小山田在信中向御医诚恳道歉，如果当初他能够战胜自己的极度恶念，全力支持御医的话，也许御医后面的路能走得轻松许多。御医看完信后没有生气，他对启蒙自己音乐的小山田前辈只有感谢之情。之后，御医继续与池田合作着，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持续了10年之久。直到某天，池田二郎也倒了下去。痛失池田后的御医也和其他人合作过好几次，但那份炽热却再也没有出现。于是，他也逐渐从音乐一线退了下来。决定退休那天晚上，御医把昔日好友喊到家里吃饭。晚饭后，众人还在书房里面即兴演唱。看着欢唱后在书房里熟睡的友人知己，御医感慨良多。有这样一群不管何时相见都能如初见般热烈的朋友，他真的觉得很幸福。在池田去世后的第5年，御医的妻子小英也倒下了。自从患上乳腺癌与病魔缠斗后，小英的身体每况愈下。身为丈夫的御医看着很是心疼。这天，躺在病床上的小英突然对御医说，自己想要看一看。御医虽然担心妻子的身体吃不消，但还是抵挡不住小英恳求的目光，最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搀扶下床，然后朝着窗户边走了过去。在看到大海的那一刻，俩人的脚步越来越轻盈。